我穿书了。原主为了执掌皇权，立了9岁的皇子为皇帝，而原主的爹作为书中的第一大反派，把持朝政10余年，杀得朝堂血流成河。哥哥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搞得百姓无地可种，流离失所。一家子从上到下没有一个好鸟，最后逼得男主造反，带着正义之师杀进皇宫，裴家也被满门抄斩，集体下线。完蛋，这剧本太毒了！检测到宿主灵魂契合度100%，正在绑定世运逆旋系统，绑定成功。宿主需以世运逆旋为己任，每一次成功的祸国行为都将获得世运逆旋，数值达标，宿主即可回到原世界复活自己。你让我当妖后，你没搞错吧？系统检测到宿主天生具备成为一代妖后的潜质，请勿妄自菲薄。谁妄自菲薄了？我不想要这个潜质啊！宿主选择接受任务，成为妖妃，完成任务后可复活；拒绝任务，灵魂将永远困在这本书中，随着原主结局一同消亡。为了活下去，干了！第一个任务已发布，宿主需在满朝文武面前以残暴手段诛杀一名朝中重臣，造成足够的威慑效果，让妖后之名传遍天下。任务奖励80点世运逆旋值，额外奖励10万斤土豆。你一个世运逆旋的系统，你奖励什么土豆？不过10万斤土豆，在这个粮食产量低下的古代，那可是一笔巨款。有了这批土豆，我就能做很多事情，但当务之急是先完成任务。清代，娘娘，您醒啦，奴婢伺候您梳洗。原书剧情里，清代是原主的心腹丫鬟，忠心耿耿，专门负责给原主出各种恶毒点子的那种。满朝文武现在在干什么？娘娘，今日宫举办宴会，此刻满朝文武和京中勋贵家眷都在呢。都在，那可真是太好了。娘娘，您这是要去赴宴？皇后娘娘驾到！女儿这一招不妙啊，这是摆明了要给文武百官一个下马威，让他们看看这大梁朝的天到底是谁家的天。皇帝又怎样，满朝文武又怎样？这天下姓裴的说了算。皇后娘娘身为国母，不修妇德，不守宫规，手持凶器闯入宫宴，成何体统？你这是要造反吗？本王今天本来就要造反，外面埋伏的3000精兵，只等本王一声令下，就能杀进皇宫来。本王还没找到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没想到裴渊就提着剑跑来这里，以下犯上，对皇帝不敬。本王一声令下，正好以护驾为由发出信号，让精兵杀进来。皇后娘娘，本王知道你是裴家之女，仗着你爹的权势在后宫为非作歹，但本王告诉你，这大梁朝的天还没有塌。本王身为皇室宗亲，绝不会坐视你祸乱朝纲。老东西，本宫给你脸了，也敢指着本宫的鼻子骂？给我死！皇后，你疯了！本王是皇室宗亲，是当今天子的亲叔叔，你敢？安王死了，关本相什么事？本相担心的是苑儿。护驾！女儿今天这是怎么了？下下就行了，铲除义锦不用这么大张回骨吧？这传出去名声多不好听。虽然我们裴家也没什么好名声了，但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败呀。而且杀安王这么大的事，好歹提前商量一下。当初送女儿进宫的时候，父女俩就商量好了，要齐心协力把持朝政。现在女儿这贼是在暗示本相帮忙。你们几个上去帮皇后按住安王。裴相，那是安王啊！安王怎么了？听不懂我的话？安王小心，快往这边跑！安王这边！你们干什么？你们这些人分明是在帮裴崇赐毒本王！难道裴家妇女知道了本王今天要奏反？不可能，本王的计划天衣无缝，连枕边人都不知道，裴家妇女怎么可能知道？不能再等了，只要发出信号，外面的3000精兵就会杀进来。大胆妖后奸相，你们妇女把持朝政，祸乱纲理，今日我安王！老阴逼，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好了，接着奏乐残杀忠良武。世运逆旋值80到账，任务额外10万斤土豆已存储系统仓库，可随时提取。行吧，至少土豆是真的。陛下，大事不好，安王造反了！城外埋伏了3000精兵攻打皇宫。造反？安王造反了？不过陛下不用担心，镇北将军沈凌霄回京述职，正好撞见安王的叛军包围皇宫，已经带兵平叛了。沈凌霄，原书的男主角，未来的开国皇帝。请陛下速速躲避，末将这就拿下安。陛下，这安王他……别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啊！安王是真的造反了，所以如果不是皇后杀了安王，安王的信号一旦发出，3000精兵杀进皇宫，压根儿等不到沈凌霄发现不对劲，我们很有可能已经身首异处了。所以皇后娘娘杀安王是为了阻止他发出信号。皇后娘娘是怎么知道安王要造反的？这还用说？皇后娘娘慧眼如种，早就看出了安王的狼子野心。
可是皇后娘娘没有任何证据就杀了安王，万一安王没有造反呢？安王的尸体就在这儿，你说他没造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皇后娘娘太果断了，太英明了。安王是乱臣贼子，那我们刚才就不算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杀害皇室同亲了。我们这是协助皇后诛杀乱臣贼子啊！我们都是功臣。皇后娘娘智计无双，提前识破逆贼阴谋，臣等愚钝，竟然没有看出安王的狼子野心，险些酿成大祸。皇后娘娘救命之恩，臣没齿难忘。皇后娘娘英勇无畏，单枪匹马诛杀叛贼，巾帼不让须臾，臣等佩服得五体投地。皇后娘娘救驾有功，救我等于水火。若不是皇后娘娘当机立断，臣等此刻早已身首异处。皇后娘娘忠肝义胆，实乃我大梁之福啊！皇后娘娘，不是这也行？安王这老登早不造反不造反，偏偏这时候造反。我看书的时候漏了这个剧情，早知道他这么不中用，多捅他几刀好了。皇后，你是为了救朕才杀安王的，对不对？皇后，你太勇敢了，朕要重重赏你。不愧是我裴崇训的女儿。一场本该导致国本动乱的藩王叛乱，就这么被解决了。皇后裴渊诛杀逆贼，护驾有功，赐黄金万两，加封护国皇后尊号，赐九龙凤冠一顶，仪仗加倍。护国皇后这个尊号，大梁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九龙凤冠，那是太后才能用的规格。九凤仪仗，那是皇后的最高规格，再往上就是皇帝的了。不仅如此，小皇帝还觉得裴崇训教女有方。裴崇修封了太子太傅，虽然太子还没立，但先封着。裴章封了翰林学士，虽然裴章连四书五经都背不全，但先封着。连裴家的管家都赏了100两黄金，虽然管家连安王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但先赏着。听说了吗？皇后娘娘早就知道安王要造反，可不是嘛！皇后娘娘单枪匹马，一把剑就杀了安王，那可是沙场老将都不一定能做到的事儿。皇后娘娘那是为了保护陛下呀，多不容易！一个弱女子为了陛下手刃逆贼。话说那日戴河殿上，皇后娘娘一身孤勇，提剑入殿，满朝文武尽皆失色。这一回便唤作皇后智破反贼计。茶楼酒肆里，说书先生把我的事迹编成了段子，一天说8遍，场场爆满。什么皇后智破反贼计，什么巾帼英雄护幼主，传得有鼻子有眼的，甚至有画师画了皇后评判图，在市面上卖的脱销。娘娘，您现在是咱们大梁朝的大英雄了，外面的人都说您是女中豪杰，巾帼不让须眉。我就杀了个老阴屁而已。娘娘您太谦虚了，您杀了安王，那可是救了陛下，救了满朝文武，救了整个大梁朝啊！丞相大人到。元儿啊，爹来跟你说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爹已经让人把你智破安王造反的事散播出去了，茶楼酒肆街头巷尾全都传遍了。现在老百姓都在夸你是贤后，是女中豪杰。什么？这是你干的？爹办事你放心，爹找了京城最好的说书先生，把你的事迹编成了评书，一天说8回，还找了画师画了画，找了戏班子排了戏，保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裴崇劝的女儿那是何等的……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不是你的意思吗？我的什么意思？那天在太和殿，你给爹使眼色，不就是让爹帮你把这件事宣扬出去吗？你放心，爹已经充分领会了你的意思。你当贤后，爹当良相，咱们父女俩一起万古流芳。万古流芳，我一个妖后，裴崇训一个奸相，万古流芳。爹，这种事以后你不用这么为我宣传了。女儿的意思是，爹这样太刻意了，不够真实，要更真实一点。还是女儿想的周到啊！爹真是老了，不中用了。明白，爹明白了。你到底明白什么了？爹，你真的明白了？明白。元儿爹办事，你放心，保证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如今的大梁王朝内有奸臣当道，外有强敌环伺，朝堂腐败，民不聊生，这朝廷怎么看都是没救了。赶紧灭亡吧！等男主造反成功，建立新朝，我的任务应该也完成了，正好回自己的世界继续打麻将。我那张还没来得及清一色的麻将桌，3缺1，不知道牌友等我等急了没？新任务已发布，强抢奴役百姓，宿主需以残暴手段强占百姓土地，逼迫百姓为宿主无偿劳动，让妖后之恶名传遍乡野，激发民愤。任务奖励100点世运逆旋值，额外奖励高产棉花种子10万斤。你知道朝廷的土地兼并有多严重吗？豪强大族、权贵世家，哪个不是良田千顷万亩？百姓的地早800年就被抢光了，你现在让我去抢百姓的地，百姓手里连地契都没有，你让我抢什么？抢空气吗？谁有地，宿主就去抢谁的。谁有地？我那个便宜哥哥裴章，不是号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吗？卖官未得兼并土地，搞得百姓流离失所，手里不知道囤了多少良田。那就去抢裴章的。娘娘，您去哪儿？
外头风大，您加件衣放啊。哎呦，妹，你怎么回来了？我问你，京郊的地你有多少？大概2、3千亩。地契拿来。啊？我说地契拿来。你要地干啥？我就要了，你就说给不给吧。妹妹你要地，哥哥我还能不给？够不够？不够，哥再去给你抢点。别去抢，让我妹妹你脸皮薄，不好意思下手，哥帮你抢。你说抢谁的？我自己去抢。对，让你抢，哥这就去帮你物色哪家的地好。记住了，你不许去抢。记住了。去查查京郊还有谁家的地，本官要买。公子是买，用市价的1/10买，给个3瓜2枣意思意思一下不就行了？我裴家想要的东西还需要花钱买吗？皇后娘娘有令，京郊所有拥有土地的大小权贵，全部到坤宁宫来，一个都不能少。诸位，今天叫你们来是有件事要通知你们。京郊那一片良田，从今天起归本宫了，你们都签个字吧。皇后娘娘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本宫说要征用你们的土地，就是这么个意思。你们懂了？当然了，本宫也不是那种横行霸道的人，本宫可以承诺你们，第1年土地上种出来的东西，每1亩送总产量的1/5给你们。1/5？按去年粮食产量1/5能有多少？3牙缝都不够。只有第1年，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皇后娘娘，臣在京郊的地是祖上传下来的，整整3代人，18代也没用。本宫今天心情好，好声好气的跟你们商量，奉劝各位大人，不想惹祸上身呢，就老老实实的把地契交出来，或者你们也想要跟安王一样的下场，安王的血还没干透呢。太和殿里那具被一剑捅穿的尸体，用的就是这把剑。这才对嘛！现在京郊大半的良田都归我了。不过京郊中间最大最肥沃的一片地，整整500亩，都是沈凌阳的。沈凌霄啊，抢沈凌阳的地，那可太行了！我正愁找到理由逼沈凌阳造反呢，这简直是瞌睡送枕头，天赐良机！我今天不仅要把沈凌仙在京郊的那块地抢了，我要把沈凌仙所有的地都抢了。去叫我哥来。哥，你帮我查查沈凌仙的地有多少。裴长整天干这种勾当，京城里谁家有多少地，他肯定门儿清。妹妹，你不会是连沈凌霄的地也要抢吧？妹妹，沈凌霄的地就算了吧，那家伙手握重兵10万精兵啊，这把地急了，那可太行了。妹妹，你听我说，沈凌霄跟那些文官不一样，他是真能打的。他在军中威望极高，手下的兵个个都是百战精锐。万一他带着兵打进京城来，那不是更好吗？去，把沈凌霄给我叫来。不愧是男主角，这长相，这气质，妥妥的天选之子。但也正因为他是男主角，才更要抢他的地，逼他造反，让他赶紧把这破朝廷灭了，建造一个太平盛世。城东300亩，城南200亩，京郊500亩良田，西山庄田120亩。沈将军，这些都是你的地吧？是你的就好。本宫现在通知你一声，你这些地本宫征用了，把地契都交出来吧。我的老妹儿啊，这可是沈凌霄啊，镇北大将军，手握10万精兵，在战场上杀人不眨眼的铁血悍将。谁敢抢他的东西？谁抢他的东西，那不就是找死吗？果然是男主，是将来能当开国皇帝的人，被抢了地还能面不改色，这忍耐力，这城府，这不动声色的气度。娘娘若无他事，末将告退。这不对啊，沈将军，沈将军，本宫就喜欢你这样识时务的，以后有这事儿，本宫第一个找你。这是在羞辱沈凌霄啊！娘娘过奖。真走了？不是，这都不生气，这男主忍耐力钛合金做的吗？算了，地抢到了就行，任务完成最重要。任务完成度50%，请宿主继续完成奴役百姓环节。10万斤土豆，奴役百姓总不能让人干瞪眼吧？总得有点活干才算奴役。不过，系统，你说我奴役百姓，是不是要先让百姓给我干活？对，通过苛待、核心、枪诈、虐待等手段，激发百姓的仇恨情绪。我正好有10万斤土豆，我让百姓给我种成100万斤，怎么样？宿主这个想法很棒，通过强迫百姓高强度劳动，榨取剩余价值，克扣报酬，确实能激发民。可我不会种土豆，百姓也不会，你是不是要给我种植方法？土豆这时代还没有呢，我又没种过地，哪里会？系统，你听我说，我让百姓给我把土豆种得漫山遍野都是，然后我就让百姓看着，我就不给他们吃，你说他们气不气？想不想抢？是不是就天下大乱了？粮食多了却不给人吃，堆在仓库里烂了都不给百姓吃，让老百姓看着粮食饿死，
这得是多大的仇恨？百姓肯定恨死我了，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到时候民怨沸腾，天下大乱，沈凌霄顺势揭竿而起。已发放辅助道具《古代农科全书》，里面写的非常详细，不仅有如何种植，还有各种顺应时代的农业工具的介绍和制作方法，从曲卷犁到水车，从楼车到风谷机，一应俱全，真的是农科全书啊！土豆种植法：第一，选种，选取无病无虫、大小适中土作为种属。念。第二，催芽，将种属置于温暖湿润处，待芽眼萌动后切块。第三，地，深耕1尺，去草根10块，施过底肥。第四，施肥，人畜粪便与草木灰混合沤制，比例3:1。这是种地的法子，沤肥还能这样沤？这个催芽的法子，老天爷，这得是多少年的经验才能总结出来的？我们种了一辈子的地，都不知道如何沤肥，如何施肥，如何判断土壤的肥力，这些方法，这些都是庄稼人用无数个颗粒无收的年头，用无数次饿肚子的教训，才能一点点摸索出来的经验。有时候摸索一辈子，也未必能摸到门道。而现在，皇后娘娘直接把这些东西交给了他们，恩同再造啊！皇后娘娘，这些法子都是传给我们的。对，我这里有10万斤的土豆种子，你们去给我种，种不出来提头来见。我以为这句话能把老农们吓住。娘娘大恩大德，草民无以为报。娘娘大恩大德，不是你们搞清楚，我是在奴役你们啊，压榨你们的劳动力啊！我让你们种不出来就掉脑袋，你们敢动什么吗？我警告你们，种不出来是要掉脑袋的。娘娘放心，娘娘将种植新作物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一定种出来。算了，日久见人心，等时间久了，他们就会知道我有多恶毒了。等他们都能上手了，我又让人去抓免费劳动力。皇后娘娘有令，京郊30里内，所有农家成年男女全部抓到庄子上去。你们凭什么抓人？我们犯了什么法？皇后娘娘的命令，有意见去找皇后娘娘说。万爷开开恩，我家男人还病着呢。听说皇后在民间抓人去服徭役，连妇女老人都不放过。果然是妖后，跟那地一样，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大梁朝怕是要完了。嘘，小声点，你不要命了？之前咱们还夸他，觉得裴家是傣族出好酸，结果呢，他比他爹更狠，做出这种事情来，简直丧心病狂。可谁能管？皇后是后宫之主，皇帝又是个9岁的小娃娃，朝政全被裴家把持着，谁管得了他？将军，这是皇后娘娘在抓人去做苦力，听说她要在京郊种地，这不就是想一出是一出，不把老百姓的命当回事吗？末将之前还以为她和裴家其他人都不一样，现在看来都是一路货色。诛杀安王的事，只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罢了。又是抢地又是抓人，他肯定是有什么打算。打算？派几个人盯着庄子上，有什么事及时报我。是，将军。妖后丧心狂比他爹更狠，娘娘还念吗？念，全念。对，就是这样，骂我，狠狠的骂我，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娘娘，您高兴什么呀？再去抓，人越多越好。本宫可告诉你们，你们从今天起就是一顿饭，干不完活不准休息，明白了吗？那一顿给什么？稀粥和馒头。是，我是不是听错了？皇后娘娘说给什么？稀粥和馒头？真的是稀粥和馒头，不是树根？不是，只给你们吃稀粥和馒头。你们在兴奋什么？只有一顿，听清楚了，是一顿，不是3顿，不是2顿，是一顿。书里面的人物怎么一副听不懂人话的样子？算了，不急，这些人还没有见识到我真正的手段。10人一小组，一组一个小组长，3个小组一个大组，一个大组配一个老农，听老农的话种土豆。照这样切，牙眼要朝上。1人1勺，都有份儿，别急。我多久没吃过一顿热乎的了？我没吃过白米粥，没吃过白面馒头。清代，你看看，我们权贵天天大鱼大肉，他们却只能喝粥啃馒头，这公平吗？娘娘说不公平，那就是不公平。你们是不是很想造反，很想掀了这该死的世道？闹起来吧，把天捅个窟窿吧，给自己争取一个公平活在世上的机会吧。谢皇后娘娘恩典。你们又在自我感动什么？只给一顿稀粥，你们就感恩戴德了？你们的要求也太低了吧！看什么看？
吃完赶紧干活，谁偷懒我砍谁的头！一定是我还不够过分，得加面，得变本加厉，得让他们恨我。明天把你们家小孩也带来干活。什么？小孩子也可以来吗？没错，必须把你们的小孩也带来。这下总该有人骂我了吧？我这个本来是想带回去给娃儿吃的，现在娃儿也能来，那不就是娃儿也能吃上一顿饱饭了？一家子都能吃饱饭，这皇后娘娘真是菩萨在世啊！娘娘，小孩也是一顿饭吗？一碗粥一个馒头吗？没错，一天也只能吃一顿，本宫的粮食一粒都不会多给你们。皇后娘娘仁慈都肯给一口吃的，我明天一定把我家孩子带来，让他好好给娘娘干活。皇后娘娘放心，我家娃儿干活可卖力了，绝对不会偷懒。对，娘娘给一口吃的，娃儿就有力气干活。娘娘是活菩萨呀！不是，你们不觉得我是在压榨童工吗？都给我好好干，谁干不好我就把他卖去当奴隶。这下总该有人愤怒了吧？皇后娘娘，我家娃儿干得好，您把他买去吧。娘娘买我家娃儿吧，他吃的不多，特别好养活，跟着我们也是饿死。能被贵人买去，就算是捡贵人不要的剩菜剩饭，好歹也能活下去啊。你从今天起就是本宫的奴隶了，一个月给你10文钱。谢谢娘娘，我能捡贵人家里吃剩的、穿的，听说大户人家都会统一发放。10文钱我送回家里去，这样我娘、我妹妹一家人都能活下去了。我种了一辈子的地，从来没见过长势这么好的庄稼。娘娘，土豆种下去后，其实已经不需要这么多人了。我原先以为娘娘要赶咱们走，不给吃的了，没想到庄子上每天照常一碗粥一个馒头，吃了人家的，怎么好意思不干活？我明明是来捣乱的，怎么搞得好像在搞肥主扶贫？3个月后，这是皇后娘娘丰收了，大丰收了，老天爷开眼了！系统出品的土豆果然不一样，个头大的离谱。哇，娘娘，10万斤种下去，收了100万斤。这土豆翻了10倍不止，10倍呀！就这么点地，就种出了这么多粮食。要是把全国的皇帝都种上粮食，那得有多少？那得养活多少人？不行，不能想这些。我要当妖后，不能为了一群纸片人就放弃自己回家的机会。今天的午饭，每人发1个蒸土豆，只发1个。这东西能吃吗？软的、糯的、甜的，一个就吃饱了。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一个就顶饱了，一个就要是凑成自己家就不有饿死的人了。要花了后会死死攥在手里，一粒都不会外传。本宫给你们每人分100斤甘薯，算是这3个月的报酬。百姓辛苦一场，付出和收入严重不成正比，只给100斤，他们肯定气死了。他们肯定要骂我黑心，骂我剥削，骂我喝百姓的血，然后他们会反抗，会抢甘薯。什么？100斤？皇后娘娘要分给我们100斤！100斤啊，拿回去随便在院子里种种，都够一家子吃1年了。再留一点当种子，下一年继续种，这样就能一直都有吃的了。皇后娘娘是菩萨，真的是不是100斤把你们打发了？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种出来了多少？那至少还有好几10万斤。你们不觉得少吗？少，娘娘，100斤啊，100斤，够我家吃1年了。您这不是给土豆，您是给我们一条活路啊！是啊，娘娘，您是菩萨转世。菩萨。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将军，皇后在京郊那片地种出了高产粮食，产量翻了10倍不止。10倍？你说打仗打的是什么？是粮草，是补给，是后方源源不断的供应，意味着可以支撑更长时间的战争，意味着天下可图。而且皇后给干活的老百姓每人分100斤均，末将现在恨不得自己也拖家带口去给他种地了。3个月前，他们被抓来这里干活的，你还记得他们的样子吗？记得，个个面黄肌瘦，走路都打晃。3个月过去，
气色变好了，脸上都有肉了，可见他们在庄子上吃得很好。这几千亩的地压根要不了这么多人干活。那他为什么还抓这么多人？他分明是想要给这些人一口吃的，极少能从贫穷老百姓脸上见到的。将军，那笑容里有光，沉甸甸的压手，这种作物我从未见过。如果大梁朝的土地上都种满这东西，还会饿死的百姓吗？还会有一子而食的惨剧吗？明明丰收了，明明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他却好像一点都不高兴。我之前以为他和裴家其他人一样，是贪婪无度的住主，抢地是为了中饱私囊，祸害百姓。裴崇训是大梁朝最大的奸臣，裴璋是出了名的恶霸。作为裴家的女儿，她能好到哪里去？末将也是这么想的。我们错了，他抢地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示众高产粮食。他抓百姓来也不是为了奴役他们，是为了给百姓一口吃的。他所有的恶行，背后都有另一层意思。皇后娘娘，终于来了，终于有人来骂我了。臣之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胸，以为娘娘抢地是为了私利，实在是不应该。娘娘做此利国利民之事，臣佩服。不是，你等一下，我抢你的地，奴役百姓，你不生气就算了，还佩服我？你男主的尊严呢？你未来开国皇帝那个气节呢？你倒是骂我啊！沈将军，你没看到吗？我只给他们一顿吃的，我压榨他们，我只给他们100斤，剩下的全被我贪了。娘娘给的虽然不多，但已经比他们之前什么都没有抢了。这100斤土豆拿回去，足够一家老少吃很久。更何况娘娘还把种植的法子传了出去，他们自己也可以种土豆养活自己。那是我传出去的吗？那是他们自己偷学的。无论如何，娘娘做的这件事救了很多人。让开让开，丞相大人到，翰林学士到，礼部尚书到，户部侍郎到。好事不出门，坏事传万里。不对，在我这里，好事坏事全都传得飞快。这是种出来的？就那些地，就种出这么多？这帮人总该骂我了吧？我这些日子的行为在权贵眼中简直是十恶不赦啊！不骂我都对不起他们这身官服啊！这个能吃啊，还顶饱啊，一个就饱了。皇后娘娘，你来了，快骂！臣等惭愧，臣等先前还以为娘娘抢地是为私利，没想到娘娘是为了示众高产粮食，严律怀社稷。臣等愚钝，竟然误会了娘娘。什么？这产量，同样的地，产量翻了10倍不止，10倍啊！臣管了20年户部，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产量。这个头也太大了！老夫饱读诗书，遍览农书，从未见过这样的作物。这到底是什么品种？从何而来？你们看清楚，我只给他们一顿吃的，我压榨他们100斤，剩下的全被我贪了。皇后娘娘功在千秋，娘娘此举利国利民，臣等佩服之至。娘娘忧国忧民，竟然误会了娘娘，实在是罪该万死。臣记得娘娘当初说过，第1年产出的1/5分给我们，臣觉得太多了。娘娘分给臣1/5的1半就行。对，一半就行。不是咱们想减半，主要是怕他心反悔，直接1半都不给了。毕竟他爹是裴崇训，裴崇训一贯就是这样奸诈的。你们不觉得我过分吗？我抢了你们的地。娘娘是为了示众粮食，我奴役了百姓。娘娘给了百姓活路。我只给他们100斤土豆。100斤够一家吃半年了。娘娘，您知道百姓家里1年能收多少粮食吗？好年景也就100-200斤，还要交租交税，到嘴里能剩多少？100斤土豆，那就是一条命啊！为什么？因为我就是他们的店主啊，我就是这么盘剥他们的。我每天只给他们喝1碗稀粥和1个馒头。东家高义啊，竟然还能给佃户1碗粥和1个馒头。粥和馒头，我宁愿给家里的狗吃，都不给那些平民吃。他果然不愧是奸相的女儿，就是比咱们大方。皇后娘娘功在千秋，社稷之福。果然啊，我女儿就是高啊，稍微演一演，这贤后的名声不就来了吗？爹，妹妹糊涂啊，种出了高产粮食，怎么能分给那些贱民？有了粮食，这天下还不是咱们裴家说了算？哼，多跟你妹妹学着点儿，别总是盯着眼前的3瓜2枣。你妹妹这么做，自有她的深意。妹妹有什么深意？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最近越来越看不透这个女儿了。不过我自己的女儿有多恶毒，我还能不知道？她肯定有更长远的打算，比如许以小利收买人心。不得不说这一招很成功，连沈凌霄这个大将军都被收买了。我本来觉得能当个奸相就挺好的了，权倾朝野，一手遮天，这辈子也算没白活。但看女儿这深谋远虑的手段，难道她不满足于当皇后，想当皇帝？女儿杀安王是立威，抢权贵的地是削他们的根基，种土豆是收买民心，
这3步走下来，威望有了，民心有了，下一步是什么？若女儿真有如此志向，那我可不能拖后腿，得全力支持和配合。高，实在是高。什么高？爹，你说什么？儿啊，咱们家就属你最蠢了，干啥不行，抢东抢西第1名。你以后要听你妹的话，她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别问为什么。天旋地转，娘娘，皇后娘娘定是为了设计操劳过度啊！快传太医！皇后娘娘，快传太医！娘娘为了设计操劳过度，累晕了。娘娘忧国忧民，鞠躬尽瘁，臣等惭愧。我差点真的气死过去。当前声望值严重偏离要后任务标，请宿主立即纠正。我都是按照你说的做的，残杀忠良我做了吧，强抢民田我做了吧，奴役百姓我做了吧，该做的我都做了，剩下的就是他们的事了，这是他们的问题，凭什么怪我头上？宿主说的有道理，本来就是。重新评估任务逻辑，评估失败，系统已崩溃，正在重启。娘娘是劳累过度，需静养。娘娘都是为了那些百姓才累倒的，娘娘太不容易了。老天爷保佑，保佑皇后娘娘早日康复。保佑皇后娘娘早日康复。子墨，清一色，给钱给钱。皇后娘娘高义。娘娘，你终于醒了！您跪了3天3夜，太医说您是操劳过度，外面的百姓也跪了3天3夜给您祈福。什么？系统重启成功，检测到宿主当前恶名值-500。警告：宿已经严重偏移向万民敬仰的贤后，任务失败概率99.9%，建议宿主立即采取极端措施挽回局面。系统，跟你商量一个事儿。宿主请说。我们能不能不要看成看结果？只要我最后获得妖后名声，达成妖后结局，逼迫沈凌霄造反成功，不就行了吗？不一定非要按照你的步骤来，对不对？如果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宿主可能会采取与本系统初衷不符的行为路径。行，那这任务你来做呗，我不做了。系统沉默了很久。宿主说的有道理，系统正在重新任务目标，敌任何评估任务逻辑，评估完成，达成妖后结局，逼迫沈凌霄造反成功，过程不限，手段不限。你们听说了没？上次皇后娘娘抢地，沈将军把京城周围所有的地都给皇后了。我还以为沈将军就是个莽夫，没想到他这么不简单啊！他早就看出风向不对，知道皇后娘娘抢地是要种高产粮食，把所有地都给了皇后娘娘。这下子他倒是成了分土豆最多的人了。都是同朝为官的同僚，他怎么不知道给咱们通口气？通口气这种好事，换你给透露吗？诸位大人，早啊！沈将军来了，听说将军府上土豆都堆满了。这都是托皇后娘娘的福。这些土豆，我留下了一小部分做种子，另一部分全部运到了边关充粮草。将军是不是早就知道皇后娘娘的打算？不然怎么会把所有的地都给裴家？沈将军，咱们同朝为官这么多年，你要是有消息，好歹也知会兄弟们一声啊！你看现在就你一个人发财，咱们都只能看着。这些酒囊饭官，整天瞪让土豆家张装出能种得起、吃得上的粮食，至少1-2年内，他们根本没这个打算。他们想的是把土豆当成奇货可居的商品，囤积起来，待价而沽，用来谋取暴利。到时候土豆的价格被炒到天上去了，百姓照样吃不起，他们依旧会饿肚子，依旧会卖儿卖女，依旧会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依旧会在饥饿中闭上眼睛。但不知道怎么的，我心里忽然浮起一个念头，我觉得他一定会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一定早就看穿了这些人的嘴脸，一定已经有了对策。后宫干政，把持朝政，这件事放在任何朝代都是大逆不道。按照常理，这些大臣会义正辞严地搬出祖宗家法，然后以死相见，捍卫大梁朝的江山社稷。皇后娘娘英明，陛下年幼，正需要皇后娘娘这样有魄力的人主持大局。臣附议。臣等附议。不是，你们好歹象征意义的反对一下，你们这样我很没有成就感啊！皇后为什么看我？难道是在等着我表态？皇后真好啊，还知道问我的意见，不像有些大臣觉得我年纪小就不把我当回事。皇后，你要不要坐前面一点？朕觉得帘子太厚了，你看不清楚。这个小皇帝也是指望不上了，我已经天天让那些大臣给他灌输帝王心术了。不用，
本宫眼神好得很。我确实眼神好，一眼就看到了他。这个男主到底怎么回事？按照原著剧情的人设，他不应该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垂帘听政的人吗？然后被裴崇训打压，被贬出京城，从此走上造反的道路。可他现在站在那里一言不发，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丝赞许。赞许个屁！他肯定是在酝酿更大的阴谋。对，一定是这样。有事启奏，无事退朝。启禀皇后娘娘陛下，京郊土豆丰收一事，臣已写成详细奏章，条分利息，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种植。臣愿意亲自督办此事，为娘娘分忧，为陛下解劳。他是什么货色，我能不知道？推广，分明是想拿到推广的权利。土豆到了他手里，他先赚得盆满钵满，再去推广，谁能说他什么？毕竟推广需要时间嘛。他说需要多久就多久，1年是推广，10年也是推广。小皇帝是指望不上了，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臣也愿意担此重任。只在地方为官多年，熟悉农事，与百姓打成一片，定不辜负娘娘厚望。臣父也，臣愿立军令状，3年之内不，2年之内，让大梁朝家家户户都种上土豆，户户有土豆，家家有余。臣也愿意。臣精通农业，土豆推广一事，臣最合适不过。臣愿担此重任，臣最合适。娘娘，让臣来。那是贪婪的光。土豆，土豆这个坎是过不去了吗？启禀诸位主事，土豆易于保存，饱腹感强，且不惧长途运输，不怕颠簸，实乃适营的储备粮。臣建议作为储备粮，在各关隘推广。土豆。而土豆一旦成为军粮，这里头的油水可大了去了。采购、运输、储存、分配，哪个环节不能雁过拔毛？哪个环节不能上下其手？1斤土豆报3斤，3两银子报10两，中间的差价全进了私人腰包，整个朝堂没救了，全是一群自私自利之徒，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这些人以后说不定还会名垂青史，被后人当成忠臣良将顶礼膜拜，被写进史书里万古流芳。想到这里，我都想造反了，把这群人全砍了，一个不留。但大梁还是有点希望的，他还是能指望一下的。这个女子或许能成为改变一切的那个人。娘娘，给力点儿，别让臣失望。这种利国利民的好事，我必须坚决反对。不行。娘娘，这是为何？土豆推广，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土豆是本宫种出来的，本宫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轮不到你们来替本宫安排。可是娘娘，本宫说不行，就是不行。可是娘娘，怎么，本宫的话不好使？本宫说不行就是不行，谁有意见？臣不敢。皇后娘娘，老臣冒死进谏。土豆乃是救命的粮食，关乎天下苍生的生死。娘娘若是将它囤在库中不肯推广，岂不是置天下百姓于不顾？老臣恳请娘娘以天下苍生为念，将土豆出来，让百姓得以活命啊！李大人说的对，土豆乃救民之物，娘娘不可私藏。臣等也是为了天下百姓着想，请娘娘三思。娘娘若是不肯，岂不是要让天下人寒心？请娘娘以天下苍生为念。老东西，你以为你年纪远，本宫就不敢打你了？在本宫面前倚老卖老，谁给你的胆子？你犹如死！老东西，还敢废话？本宫给你脸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还拿天下百姓来绑架本宫。你当本宫不知道你们那些蝇营狗苟的心思，不就是想要看本宫的土豆吗？你们一个个的放在库房里放烂了，也不会给你们。本宫宁愿喂猪喂狗，也不会给你们一粒。听清楚了没有？你们都给本宫听着，这大梁朝，本宫说一就是一，谁敢给本宫扯二，本宫就让谁死。骂得好，打得好啊！这些人就该打，早就该打了。我忍了这么多年，可惜一直没找到机会。今天他替我出了这口气，我心里痛快极了。不是，他怎么好像很高兴的样子？不应该义愤填膺的站出来替那些大臣说话吗？不应该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祸国殃民吗？难道是打一个还不够，
还想让我多打几个才能激怒他？娘娘，臣等只是想为娘娘和陛下分忧，娘娘为何为本宫分忧？本宫看你是给自己分忧吧。本宫这人最讲公平公正。啊，这打都打了，总不能道歉吧？索性不如树立我六亲不认，连亲爹都打的形象。我以为他会抓住我的手，会一把把我甩出去，会愤怒的瞪着我，会骂我妖后，会当场造反。娘娘打得好，林霄记下。我懂了，他把这笔账记在心里了，以后一定会报复。男主嘛，能屈能伸，卧薪尝胆，君子报仇10年不晚。好，好，好，太好了，这样才对嘛，这样才符合原著剧情嘛。打了他们，为什么还打我？我又没抢土豆，又没犯错。自己回去想。皇后，我知道错了。我要用态度表明，我和皇后是一个阵营的。退朝！欺人太甚，欺人敢如此，有辱斯文，简直有辱斯文！我大梁朝立国100年，从未有过这等奇耻大辱。我等饱读圣贤书，却要被一个妇人当场掌瓦，这口气如何咽得下？荒唐，奇耻大辱！裴大人，皇后是您的女儿，她连您都打，这算什么？这是大不孝啊！您就不管管？皇后连本相都打，不正好能说明皇后心中无私，一心为天下百姓着想？有这样的皇后是大梁之福啊！沈将军，您可是武将，手握重兵，怎么能忍这种气？传出去，您的脸面往哪儿搁？看来娘娘打的还是太轻了，诸位到现在还不知道错。不能耽误，本相得回去给云儿造势。今天她在朝堂上为了天下百姓掌瓦百官，这件事传到百姓耳朵里，百姓那还不得感动死？话说昨儿个早朝，咱们皇后娘娘居然在朝堂上掌瓦百官，诸位可知为何？什么？皇后打大臣？真的假的？这也太……听他说完，听他说完。那满朝的大人们一个个跪在殿上，口口声声要为百姓分忧，实则要把娘娘辛苦种出来的土豆囤起来，抬价钱，等着百姓拿命来换。打得好，恨不得娘娘再多打他们几巴掌。那些当官的对咱们好不好，咱们老百姓能不清楚吗？现在居然还想要把皇后娘娘为咱们这些老百姓辛苦种出来的土豆拿去谋利，简葬丧心病狂！我们这些有真才实学的学子，科举屡试不中，考的都是关系户，考上都是靠银子铺路的。那些当官的没有一个好东西，一个个都是蛀虫。现在又盯上了关乎百姓民生的土豆，这是要把老百姓往死里逼呀！皇后娘娘才是真正心系百姓的人啊！有皇后娘娘在，我们就有盼头了。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昨天我阻止了百官将土豆推广出去的事，还掌拉百官，百官个个敢怒不敢言，心里自然是恨死了我。不过这离天怒人怨、遗臭万世还远得很。青帝，娘娘，你要想打人，让奴婢上就是了，何必亲自动手呢？青帝，本宫想吃折耳根。折耳根？娘娘，什么是折耳根？一种野菜，你传令下去，本宫只吃千南那边的，要新鲜的。好的，娘娘，奴婢立刻让人去找。等等，不许给他们钱啊！不给钱？对，不给钱。本宫是皇后，吃他们点折耳根是他们的福气。给他们点土豆吧，就当是赏赐了。给土豆？看看杨贵妃根本不爱吃荔枝，爱吃荔枝的是唐玄宗，你对吧？结果最后却是杨贵妃被骂了几千年。现在我可是主动要吃折耳根的，劳师动众的从黔南那边挖了送过来。那老百姓不得骂死我啊！完美，去吧去吧，赶紧去办。听说了吗？皇后娘娘要吃折耳根。折耳根？那是什么东西？黔南那边的野菜。皇后娘娘为了吃一口野菜，就让官兵800里快马加急去黔南，让老百姓去挖，挖了送到京城来，就为了吃一口野菜，这也太劳民伤财了吧！皇后娘娘果然跟她爹一样，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刚才听了酒楼说书的，说他掌辱百官，还以为他是个好的，现在来都是装的，可不是嘛！这天下刚消停几天，他就开始作妖了。听说还要用800里加急，那得浪费多少马力啊！就是为了他一口吃的，老百姓得跑断腿。这皇后比前朝的昏君还过分，比昏君还过分，劳民伤财作妖。娘娘，念，接着念。皇后娘娘要吃折耳根，你们都去挖，挖不到的治罪。快快快！皇后娘娘要吃折耳根，挖不到要打板子的。老天爷呀，这又是什么新花样啊！咱们这穷乡贫岭的，怎么就得罪了皇后娘
样呢？当家的，你说这皇后娘娘怎么就想吃咱们这破野菜呢？谁知道呢？贵人们的心思，咱们哪猜得透？赶紧挖吧，挖不到可是要打板子的。这日子没法过了，咱们整天挖折耳根，就没时间种地，荒废了自己的田地，不是要饿死了吗？可不是嘛，这不是要把咱们往死里逼吗？妖后，真是妖后！成色不错，等等，你的土豆。啥？土豆？皇后娘娘发话了，1斤折耳根换1斤土豆。真的假的？皇后娘娘的命令还能有假？赶紧的，把折耳根交上来，换土豆。天啊，真的是土豆！这么多，够吃好几天了。老天爷，我不是在做梦吧？我们刚才还在骂皇后娘娘是妖后，是祸国殃民的坏人。皇后娘娘是好人啊，她是心疼咱们啊。可不是嘛，1斤折耳根换1斤土豆，咱们挖1天就能换到几十斤土豆，够一家人吃个把月了。皇后娘娘这是变着法子给咱们送粮食啊！岂有此理！皇后娘娘不是胡闹吗？将军，皇后娘娘又开始作妖了。作妖？对，皇后娘娘为了吃一口折耳根，让官兵去黔南逼老百姓挖野菜，1斤折耳根换1斤土豆，挖不到要砍头，这不是劳民伤财吗？这不是祸国良民吗？将军，您说句话呀！皇后娘娘这么折腾老百姓，咱们当兵的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吧？原来这才是他的后手，你不懂。将军，末将哪里不懂了？你只看到了折腾，但你有没有想过，整个过程中老百姓到底得到了什么？折耳根漫山遍野都是，老百姓挖1天能挖几十斤，1斤折耳根换1斤土豆，几十斤土豆够一家吃个把月了。而且土豆是高产粮食，老百姓把土豆换回去，往地里一种，那就是能让人吃饱的口粮。你觉得这是劳民伤财，还是在给老百姓送粮食？可是将军，皇后娘娘为什么要这么做？她直接给老百姓发粮食不就行了吗？何必搞得这么麻烦？如果她直接给老百姓发粮食，朝中那些权贵会怎么想？现在朝中那些人都盯紧了她手里的土豆，一个个的跟饿狼扑虎一样，不肯放过这个牟利的机会。他们会觉得皇后在收买民心，他们会想，皇后拿这些粮食收买人心，裴家是不是想干什么？是不是想造反？是不是想废帝自立？所以皇后娘娘才用这种方式，表面上是在劳民伤财、奢靡无度，实际上是在给老百姓送粮食。我本来以为大梁朝是没救了，朝政腐败，奸臣当道，百姓流离失所，整个国家就像一座即将崩塌的大厦。可自从他开始折腾，事情似乎在慢慢改变。如今他这一招下来，那些想靠土豆囤积居住、哄抬良价的奸商和权贵也翻不出风浪了，就是不知道他能想出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历代王朝都难以解决的土地兼并问题。听说黔南那边用折耳根换到了成堆的土豆，日子越过越好了。那咱们先前骂的是不是骂错了？诸位细想，粮不入权贵之仓，而散于千家万户，此乃分其利，破其垄断。娘娘此举深意在此。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有一股怪味儿？不行，实在吃不下去。这是皇后娘娘喜欢吃的。说得对，京城最时尚的东西就是皇后喜欢的东西。你连皇后喜欢的东西都不吃，你还算什么权贵？好像也没那么难吃，还挺好吃的。这道折耳根炒腊肉，须得黔南的才够味儿，别处的不吃。非黔南不吃。挖，接着挖。皇后娘娘要多少，们就挖多少。哎呀，我们这里也有特产啊，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被皇后娘娘钦点啊？就是，我们彩云之南的菌子天下第一，皇后娘娘怎么不吃？我们天府之国的辣椒也香啊，我们岭南的砂糖橘才叫美味。本宫要吃彩云之南的菌子。天啊，这破天的富贵总算是轮到我们了！快，上山采菌子！菌子虽然美味，但吃菌子不抵饱，吃多了还拉肚子。可土豆不一样啊，那是粮食啊！本宫要吃天府之国的辣椒。皇后娘娘圣明，我们天府之国辣椒天下第一。本宫要吃岭南的砂糖橘。皇后娘娘还记得我们岭南，皇后娘娘万岁！我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应该已经够劳民伤财了，还不知道民间都是怎么传的。不行，得再来点更猛的。钦点，传本宫的命令，从今天起，娘娘请说，把老百强行迁到人口稀疏的地方去，强制开荒，谁敢不去，抓起来！娘娘，这什么政？快去传令！强制迁移，强制开荒，这不就是暴政吗？老百姓肯定要骂我，肯定要恨我，肯定要造反，
完美。皇后娘娘，这不是折腾老百姓吗？是啊，老百姓在故土生活了几代人，突然让他们迁移，谁愿意啊？这肯定会激起民愤啊！对，就是这样，反对我，骂我，让我看看你们的骨气。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谁反对，谁就去跟安王作伴。什么？让我们迁移？凭什么？我们在老家活得好好的，凭什么要搬到那些鸟不拉屎的地方去？皇后娘娘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呀！妖后，果然是妖后，我们不走，死也不走。对，就是这样，骂我，恨我，造反。皇后娘娘，臣愿意为娘娘分忧，去全国各地督办开荒之事。你要去督办？是。娘娘深谋远虑，一心为社稷，但地方上肯定有人阳奉阴违，臣愿意亲自去督办，确保娘娘的政策落到实处。不是，你一个男主角，你去给我办这种事儿，你是来造反的，不是来给我当跑腿的。男主这么做肯定有深恶，表面上他是附和我这个妖后，降低我的戒心，让我以为他已经躺平摆烂了，但实际上他大概是想要借此去民间传播我的恶名，为将来造反造势。不愧是男主，果然深谋远虑。既然他要帮我传播恶名，那我当然要成全他呀。他早造反，我早解脱。好，沈将军，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好好干。娘娘放心，定不负娘娘所望。好，非常好。自摸清一色，给钱给钱。我知道为什么要强制摆卖江货，土地兼并是大梁朝最大的顽疾。权贵们占着良田千里，老百姓无地可种，只能当佃农。种出来的粮食大部分要交租，到嘴里能剩多少？他要是直接去抢权贵的地分给老百姓，肯定会引起权贵们激烈的反应，引发朝局动荡。但他没有，他曲线救国，以土地国有的理由鼓励老百姓去开荒，并且承诺谁开出来的地就是谁的，地方官必须给他们上地契田契，胆敢为难老百姓的，直接把官职撸了。土地全部国有，良田被权贵们弄走了，难道荒地也是他们的？哪个权贵敢说全国的荒地也是他的？上头一个造反的帽子扣下来，你怕是想玩九族消消乐？所以权贵们断然不敢再去抢荒地。这一招高明，我一定要帮他，一起匡扶大梁朝。爹，你看妹妹，她居然用沈凌霄那个外人都不用我。你有什么用？爹，你这是什么话？我可是他亲哥。哼，亲哥，你除了会抢地、会跋扈、会给你妹妹添乱，你还会什么？为父告诉你，你妹妹现在做的这些事都是为了咱们裴家。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赶紧去读书，别整天只知道抢东抢西。爹，我明白了，我这就去读书。这个儿子干啥不行，抢东抢西第一名。要不是有本相在后面兜着，早就被人砍死800回了。这都写的什么啊？怎么这么难懂啊？这些字我都认识，怎么连在一起就看不懂了呢？妹妹一个人在朝堂上打拼。爹，我出师了，我要去帮妹妹。你确定？确定，我现在已经脱胎换骨了，保证不给你和妹妹丢脸。哎，走吧。元儿啊，你哥说想去帮你办开光的事儿。你看你大哥这个人虽然笨，但是胜在听话。你让他往东，他绝对不敢往西；你让他往西，他绝对不敢往东。行，哥，你去吧，记住，一定让老百姓开荒，谁不配合你就……我知道，妹妹你放心，哥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看来他已经迫不及待想打着我的名头去作恶了。我就喜欢这种坑妹的好哥哥。你记住，你现在代表的是你妹妹，你的一言一行，老百姓都会记在你妹妹头上，你就老老实实把事办了。别惹事，别抢东西，别欺负老百姓。你不就是那个奸臣的儿子吗？滚出我们村！狗腿子！你们这些刁发我！我现在代表的是妹妹，绝对不能露出本性，让老百姓骂妹妹，喜怒不形于色。各位乡亲，听我说两句。你们看，你们现在住的地方，地都被人抢光了，你们连地都没得种，怎么活下去？但你们要是迁移到那些人口稀薄的地方去，那里的地都是你们的，没人跟你们抢，你们想种多少种多少，而且朝廷会给你们提供土豆种子，保证你们在路上有吃的，到了地方也有种的，以后世世代代的子孙都不会再挨饿了。真的给我们土豆种子？真的，我裴章说话算话。故土难离啊，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几代人，哪能说走就走？不愿意走的也行，但你们得想清楚，留在这里，你们只能给那些权贵当佃农，种出来的粮食大部分都要交租，到你们嘴里能剩多少？但要是去了新地方，地就是你们的，种出来的粮食也是你们的，当地官府会妥善安排你们，
而且保证3年内不收取任何杂税。你们自己算算哪个划算。我走，我也走，我也去。原来办成事的感觉这么爽啊！妹妹要是知道了，肯定得夸我。从京城送出来的土豆1斤都要落到老百姓手里，少1斤，我唯你们是问。是。严禁权贵参与，老百姓手里3瓜2枣也不许伸手，阳奉阴违，从严处置。来我们这儿开荒的，一户给安家费5两，我们这儿给农具、锄头、镰刀，一户1套。表面上是强制迁移，实际上是给老百姓找活路；表面上是劳民伤财，实际上是让老百姓请填饱肚子。老天爷，这是真的吗？这么多全是我们种的，够吃1年了。是皇后娘娘给了我们一条活路啊！我们在原来的地方，土地都被权贵占了，我们连种的地都没有，没有人来抢，没有人来收租，我们可以吃饱饭了。皇后娘娘是活菩萨，活菩萨，活菩萨，皇后娘娘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人呢？人都去哪儿了？开什么荒？皇后娘娘说了，谁开的荒，地就是谁的。他们都有地了，谁还给咱们种地？别走，别走，地租降3成，5成，白种，白种行了，不收租了。白种也不种了，我们自己有地。我的田啊，我的千顷良田啊！沈将军，辛苦了。裴公子客气了，裴公子也辛苦了。将军，裴璋是不是吃错药了？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友好？定然是皇后娘娘在约束裴家人了。看来皇后娘娘确实是想要裴家改过自新啊。她让裴璋去督办强制参议开荒，不得不说实在是一招妙棋。她连裴璋这样的人都能管住，她的能力远比我想象的要强。妹妹，哥把开荒的事儿给你办成了。办成了！全国各地开荒如火如荼，老百姓迁移的可积极了，有些地方都不用官府强制，老百姓自发的就去了。不对啊，按照我的剧本，老百姓应该反抗激烈，骂我是妖后，然后造反才对，怎么还自发的去了？你确定老百姓是自愿去的？当然确定。妹妹，你不知道，老百姓到了新地方，开荒种土豆，吃饱了肚子，慢慢把房子也建起来了。现在他们比谁都想去开荒，全国百姓开荒的热情空前高涨。你到底都干了什么？只要答应去开荒的人，我就承诺给他们盘缠，而且3年不收税收。到了地方后，官府还会帮忙他们搭建住所，并且给足3个月的粮食，帮助他们安顿下来。京城这边每1年就会有钦差到民间巡查，如果有人抢百姓开荒的地，一旦被钦差发现，地方官也一并撸了，看谁敢官官相护。不是，你不应该用武力手段强制他们开荒吗？你怎么给他们好处啊？妹妹，我现在已经不是莽夫了，我知道讲道理解决问题，讲不通道理就用利益打动他们。你放心，我以后都不会干那些事儿，影响到你的名声和布局。哥，这些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不是啊，是爹提点我的。爹说，妹妹你这么安排肯定有深意，让我好好领会，我就领会了。而且妹妹，爹为了支持你，直接把咱们家的地全都种上土豆了。这次爹可是大手笔，地里的土豆收上来以后，都拿去支持你的政令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点格局本相还是有的。裴家还是带头降租的，直接给降到了1成。那些权贵呢？他们没说什么？他们一开始确实有点慌，因为老百姓都跑去开荒了，没人给他们种地了。为了留住老百姓，他们只能降低租金，给老百姓好处。现在全国各地的资都降了不少，老百姓的日子好过多了。妹妹，你真是厉害啊！不动刀兵就解决了百姓没地种的问题。哥，你确定老百姓没有骂我？骂你妹妹，老百姓现在都把你当菩萨供着，谁骂你，老百姓第一个不答应。妹妹，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你说呢？我说什么了？冷静，不要生气，生气是魔鬼。我就不信了，全国那么多个地方，没有一个人骂我。皇后娘娘开荒之策，利国利民，臣等感激涕零。开荒之策让地方财政大为改善，百姓安居乐业。皇后娘娘功德无量，臣等愿为娘娘肝脑涂地。这些地方官都是贪官，就知道拍马屁，一点都不知道为民着想，不然怎么会出这样的狗文章？我所做的一切明明是在祸害人，这些人却拍我马屁，说我干得很好，想方设法钻空了脑袋，才想出这些拍马屁的话吧。好，这么喜欢拍马屁是吧？传本宫的命令。娘娘请说。让各地地方官每人写一份详细的奏章，
汇报开荒的具体情况，迁移了多少户，开荒了多少亩，种了多少土豆，收了多少粮食，老百姓的反应如何，每一项都要有具体数字，不许含糊其辞。谁要是写的不清不楚，就给我重写，写到我满意为止。本宫倒要看看他们还有没有心思拍马屁。皇后娘娘要的奏章可不是随便写写就行的呀，每一项都要有具体数字，还要核对，不能出错。这可把咱们折腾得够呛。妙啊，实在是妙啊！女儿这一招看似是折腾地方官，实则是要摸清全国的家底，迁了多少户，开了多少亩，种了多少土豆，收了多少粮，这一笔笔数字报上来，全国的田亩、人口、收成尽在他掌握之中。他这是要把这大梁朝从根到梢，一寸一寸的攥进自己手里啊！这一步一步走下来，我这女儿要的何止是一个皇后之位？老爷，那咱们裴家接下来该怎么做？咱们什么都不用做，他让咱们往东，咱们就往东；他让咱们往西，咱们就往西，跟紧了，别拖后腿。然而这一招敲山震虎，整顿地方官，实在是妙啊！爹，妹妹不就是想折腾那些地方官吗？有什么妙的？你懂什么？你妹妹这是在整顿吏治。地方官平时在地方上胡作非为，你妹妹让他们写详细的奏章，就是在逼他们下乡，逼他们了解民情，逼他们不敢谎报军情，含糊其辞。这一招比你爹我杀10个贪官都管用，而且这会让地方官觉得朝廷重视农业，更加卖力的推广开荒，种植土豆。因为重视，就等于和政绩挂了钩了。原来如此，妹妹真是高啊！娘娘，您吃慢点，别噎着。娘娘，您已经3天没笑了。娘娘，外面的人都在夸您，您不高兴吗？你觉得本宫应该高兴吗？娘娘，您做了这么多好事，百姓们都念着您的好，您当然应该高兴啊。皇上驾到！皇后，你是不是很辛苦？朕听说你为了天下百姓，操劳的都晕过去了。谁说的？朝上的大人们都重身体啊，大梁的江山还需要你啊，这也不能没有你啊。行了行了，本宫没事，你赶紧回去读书吧。可是皇后……没有可是，青叶送皇上回去。我不是来当侍母的，我必须继续作妖，继续折腾，直到老百姓忍无可忍，造反推翻我。侯爷，开荒政策推行3个月，全国各地新增良田数十万亩，百姓手里的土豆种子撒遍了山野，粮价开始松动，权贵们囤积的粮食跌了30%。咱们昌宁侯府良田万亩，佃农数百户，祖上3代积累下来的家业，在大梁朝也算排得上号的大地主。可这3个月，一切都变了。先是佃农跑了，跑得悄无声息，连招呼都不打一声。侯爷，3个月下来，咱们家500多户佃农跑了200多户，剩下的那些虽然还没走，但一个个都开始提条件了。侯爷，朝廷说了，开荒那边地是白给的，3年免税，种出来的土豆全是自己的。您这边租子70%，年景不好还要加1成，佃户们实在活不下去了。侯爷，您要是能把租子降到3成以下，小的们就不走了。侯爷，隔壁李家庄的地主都降到2成了，您要是不降，小的们真待不住了。裴渊，一个妇道人家，竟敢动祖宗之法，开荒那是给贱民开荒吗？那是断我等生路。来人，连夜去请诸位。我家跑了100多户佃农，租子收不上来，今年的年景怕是要亏了。我家更惨，跑了快300户。剩下的都在闹着要降租，我爹气得都卧床不起了。你们那算什么？我听说江南那边更狠，有些地主家的佃农跑得一个不剩，整片地都荒了，顾长工都顾不到，人都跑去开荒了。这皇后到底想干什么？她是要把咱们这些世家大族往死里整啊！诸位，此事不能善了。开荒政策要是再推行下去，咱们的佃农迟早跑光，到时候谁给咱们种地，谁给咱们交租？咱们这些年的家业，难道就这么拱手让人？我也说的对，不能就这么算了。可是那是皇后，背后有裴崇训那个奸相撑腰，咱们能怎么办？裴崇训，他再厉害，也不过是个臣子。咱们只要拉拢了言官，联名上书弹劾裴元，就算是皇帝，也不能不当回事。对对对，让言官们出头。那些言官最爱干的事就是骂人，骂得越狠，名声越大。让他们去骂裴元，正好。土豆这东西产量高得吓人，1亩地能收2、3千斤，种上几亩就够一家人吃1年。百姓有了土豆就不愁吃不饱了，粮价自然就开始往下掉。粮价一掉，我家存了几年的粮食就卖不出好价钱，让我怎么受得了？皇后此举动摇国本，妇人干政已是祸端，如今竟敢擅自变更祖宗之法，抢夺大臣私产，蛊惑百姓迁徙，此等妖后不足以正朝纲。杜大人说的极是。这裴渊若是不站出来反对，大梁朝的根基就要被他毁掉了。对，除妖后正朝纲，除妖后正朝纲。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一个女人不好好在后宫待着，跑出来垂帘听筹，还搞什么开荒种什么土豆，这不是把祖宗之法当儿戏吗？诸位，
老夫已经拟好了弹劾奏章，明日早朝，老夫带头力荐，你们跟着跪就是了。记住声势要大，不能让那妖后看出咱们有半点。杜大人放心，我等誓愿追随。好，那就这么定了。除妖后，正朝纲。有事起奏，无事退朝。臣有本奏。臣弹劾裴皇后祸乱朝纲，擅改祖宗之法，强夺大臣私产，蛊惑百姓迁徙，致使天下动荡，民怨沸腾。臣请陛下称妖后以谢天下。臣等附议。陛下正妖后。终于来了，终于有人站出来骂我了。皇后娘娘，本该安守内院，却屡次过问殿中事务。你抢大臣私产，名曰开荒，实为强夺；你蛊惑百姓迁徙，名曰利民，实为乱政；你种土豆分百姓，名曰济民，实为收买人心。桩桩件件，哪一件不是祸国殃民？臣杜衡今日以命明志，臣力劝。杜大人息怒啊！不可如此啊！杜大人，陛下面前不可造次啊！放开我，让我殉国，让我以命明志。臣等也以命明志，请陛下臣有后，就长跪在这大殿上。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什么祖宗之法，什么执剑，我就听懂了2个字：撞柱。你们不是说要撞柱吗？怎么还不撞？朕听你们喊了半天要撞柱，柱子就在那儿呢，你们撞啊！陛下明鉴，臣一片赤诚，只求陛下除妖后，正朝纲。可是杜大人，你要是撞柱了，谁来除妖后啊？而且皇后娘娘给天下人分土豆，朕的百姓都吃饱了，你说她是妖后，那朕问你，你家的土豆分给你的佃户了吗？他怎么会问这个？这小屁孩什么时候开窍的？杜大人，你要是舍得把你家2000亩地也拿出来分给百姓，朕就信你是真的为百姓好。你舍得吗？皇后，她不说话，是不是就是舍不得呀？杜大人，本宫倒也不为难你，你不是要以命明志吗？柱子在那儿，陛下也准了，你撞，本宫就信你是忠臣，即刻下旨废了开荒之策。你不撞，那就把你家那2000亩地的地契现在交出来。我本来是让他骂我的，怎么又变成我赢了？朕等了半天了，你们到底撞不撞？臣直谏，反正有人会拉住我，冲得越猛，显得我越忠心，名声越大。拉住他，快拉住他！放开我，让我撞！皇后后道兴帝是大梁将亡，臣唯以性命谢先帝。你们到底是想撞还是不想撞？别拦他，让他撞。娘娘，杜大人不是要直谏吗？让他撞，本宫倒要看看他敢不敢撞。本宫公数3声，你们松开他。1、撞2，那个撞我就是做做样子而已，不撞那我的脸往哪儿搁？我大梁第一直臣的名声还要不要了？皇后娘娘，你要干什么？杜大人，本宫看你撞了半天也没撞上去，肯定是觉得撞柱太疼了，对不对？所以本宫帮你。你敢？我是言官，是御史中丞，大梁朝开国以来从无上言官的先例。先例？安王也是本宫处的，那也是大梁朝开国以来的先例。皇后娘娘三思！杜大人不过是直言进谏，罪不至此啊！陛下，你是娘娘的父亲，你说句话啊！女儿这么做肯定有她的深意，说不定就是吓吓这些人立威而已。我拦什么拦？支持就对了。杜大人，本宫再问一次，你是要撞柱，还是要本宫帮你？皇后娘娘，臣死谏是为了大梁的江山社稷。娘娘若是有半点良知，就该……你怎么敢？本宫为什么不敢？安王本宫都敢杀，你算什么东西？皇后娘娘，臣等是言官，历朝历道没有杀言官的规矩。规矩，本宫就是规矩。你不能杀我们，我们是朝廷命官，是言官，你杀了我们，就是与天下读书人为敌。哦，那不是正好？救命！救命啊！拦住他！拦住他呀！快来打人啊！刚才叫嚣的最凶的那个就是你。皇后娘娘，臣不敢了，臣不敢了，臣错了，臣不该死谏，臣不该弹劾娘娘，娘娘饶命，娘娘饶命啊！不死了，臣想活，臣想活，娘娘饶命，臣家里还有80岁老母，3岁幼儿，臣不能死，娘娘饶命。可是本宫还没杀够，这些都是男主当皇帝路上的绊脚石，干啥啥不行，瞎逼逼第一名，我先替男主干掉了。这个女人疯了，真的疯了。安王他敢杀，言官他也敢杀，他还有什么不敢的？诸位大人，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干了一辈子奸臣，杀了无数忠良，但言官我都不敢随便杀。虽然我的名声已经够臭了，但杀言官这种事儿，我还是会掂量掂量。毕竟得罪了天下读书人，以后我的子孙后代还怎么做人？结果我女儿倒好，一见一个，干脆利落，连眼皮都不眨一下。不愧是我裴崇训的女儿，有魄力，比我这个当爹的强。皇后娘娘英明，这3个言官名为死谏，实为私利。他们弹劾娘娘，不是为了江山社稷，而是为了自家那几亩地。此等尸位相残、以权谋私之辈，杀得好！皇后娘娘圣明啊！皇后娘娘圣明，娘娘杀得好！此等奸佞，死有余辜。皇后娘娘圣明。男主怎么不画画？
得罪了天下读书人，这不正是他跳出来反对的好时机吗？沈将军，你怎么想？他为什么每次都要问我的意见？上次抢地的时候问，这次处置言官又问。很在意我的意见吗？皇后娘娘对我不会是……不可能！皇后这种高风丽节、心系社稷的人，怎么可能对我一个武将有什么想法？我实在是太龌龊了，怎么能这么想呢？简直是在亵渎皇后娘娘！臣以为这3个言官罪有应得。臣督办开荒数月，深知开荒政策对百姓的意义，百姓有地可种，有粮可吃，我不再流离失所，不再易子而食，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这3人明知开荒政策对百姓有利，却为了自家私利，以利剑之名行胁迫之实，在其位不谋其政，阻挠利国利民之策，此等奸佞，不除不足以平民愤。沈将军，本宫可是在议政殿处置了他们。议政殿朝堂之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大梁朝风雨飘摇，内有奸佞当道，外有强敌环伺，国库空虚，百姓困苦。若不是娘娘力挽狂澜，推行开荒，分发土豆，百姓早已流离失所，大梁早已亡国。在这种时候，还拘泥于规矩，顾及于名声，如何成事？规矩是定的，人是活的，100多年的规矩，如果这条规矩保护的是祸国殃民之人，那这条规矩就该破。娘娘处置的不是言官，是阻挠新政的绊脚石。沈凌霄这是在给他的行为背书啊！一个手握10万精兵的大将军，公开支持皇后处置言官，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手里不仅有裴家的权势，还有沈凌霄的兵权。谁还敢反对？谁反对？谁就是和沈凌霄的10万大军过不去。昌宁侯，娘娘，臣坚决支持娘娘铲除这等奸佞。昌宁侯，你很不错，本宫要赏你。赏什么？3尺白绫还是鹤顶红？就赏你。娘娘，臣对朝廷忠心耿耿，对娘娘忠心不二。臣家里的地已经降了租子了，降到2成了，不，降到1成半了。臣还让家里的佃农都去开荒，臣还打算捐1000担粮食给朝廷。臣看来我妖后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都开始怕我了。算了，不吓他了。你退下吧。来人，把这3具尸体抬到城门口，昭告天下，是本宫亲手杀了这3个言官。杀了还不够，还要把尸体挂到城门口，还要羞辱，这也太狠了吧！以后谁还敢死谏？他是真的会把他们变成死谏的。皇后说的对，拖到城门口去，让天下人都看看，这就是和皇后作对的下场。皇后娘娘手谕，御史中丞杜衡等3人假死谏之名行私利之实，阻挠开荒新政，供亲手诛之，昭告天下。听说了吗？皇后娘娘杀了3个言官，在议政殿杀的，一剑一个，干脆利落。老天爷，那可是言官啊！100多年没人敢杀言官啊！皇后娘娘这是要干什么？皇后娘娘这是疯了吗？杀言官，这不是要和全天下读书人为敌吗？言官是朝廷的耳目，是替天下百姓说话的。杀言官，这是堵塞言路，这是要与天下读书人为敌。妖后，果然是妖后！我早就说过，妇人干政，不将不国。大梁朝要完了，100多年的基业就要毁在一个女人手里了。走，我们去城门口抗议，让朝廷放了言官的尸体。对，去城门口。这3位大人是为了反对开荒、反对分土豆才死谏的。他们家里良田千顷，怕佃农跑光，怕粮价下跌。什么？反对开荒，反对分土豆？开荒政策让俺们有了地，土豆让俺们吃饱了饭。他们反对这个，他们安的什么心？这还用说？他们不想让咱们吃饱饭呗。那些当官的家里良田千顷，当然不在乎老百姓的死活。咱们饿死了，他们还能多收几年租子。这些狗官良心被狗吃了。诸位，他要是胡乱杀言官，那肯定不对。可本该为百姓站队的言官，却不管百姓死活，那他杀的就是对的，因为他是在替天下贫苦的百姓出头。如果连百姓都不支持他，那以后还有谁管百姓的死活？她一个女子，尚且心系社稷，为了江山操劳，我们这些读书人怎么能不明事理？我支持皇后娘娘，我也支持皇后娘娘，杀得好，这种狗官就该杀。皇后娘娘是为民除害，让他们看看，这就是阻挠新政的下场。狗官死有余辜，活该。小姐，城门口的事闹大了。娘娘，百姓们都在夸您，说您杀得好，说您是为民除害。那些读书人也在支持您，说您心系社稷，是女中豪杰。还有人说，杜商这个人本来就是欺世盗名，他那个铁面御史的名声是靠骂人骂出来的，实际上满肚子私心。另外，有几个原本和杜衡走得很近的言官，今天公开表示和杜衡划清界限，说杜衡的所作所为不代表言官群体，说真正的言官应该为国为民，而不是为一己私利。还有呢？还有人说您是大梁朝的救星，有您在，大梁朝就不会亡。还有人写了诗来歌颂您，说什么巾帼不让须眉，女子。京城百姓夸我，那是裴崇勋用权势逼迫大家说假话的。至于那些读书人，肯定也是被裴崇勋收买了，所以才改口的。
还有就是沈凌霄在暗中运作，想要给我制造一种大家都对妖后很爱戴的假象，降低我的戒心，好让我放松警惕，然后一举推翻我。对，一定是这样。他们心里肯定恨死我了，只是不敢说而已。迟早有一天，他们会演不下去的。这招特别管用，短短半个月，朝堂上就安静了许多。不是没人想反对了，而是那些最想反对的人，要么躺在家里养伤，要么已经躺在棺材里了。和尚们不耕不织，却坐拥良田美宅，日子过得比许多官员还滋润。百姓们省吃俭用也要捐香油钱，权贵们争先恐后的往寺庙里送田产，仿佛这样就能给自己积下几辈子的阴德。打压佛教，没收寺庙财产，那些占尽良田的寺庙土地尽数充公。这样一来，天下僧侣和那些净土也必然不满。臣附议，寺庙田产不纳赋税，已经严重影响了朝廷的财政收入，此事是非改不可。臣也附议，僧侣不是生产，却坐拥万贯财产，此风不可长。臣等附议。那些世家出身的官员们，平日里看着寺庙占着大片良田，心里早就憋着一口气了。和尚不是生产，不纳赋税，寺庙田产越来越多，朝廷的税基却越来越窄。这账谁不会算？只是以前谁也不敢提，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提意见的是他，天塌下来有他顶着，而且反对还会被砍。于是打压佛教的政令就这么顺顺当当的通过了。娘娘，寺庙收回来了，那些僧侣该如何处置？不是，男主来问我这些问题，我是妖后啊！娘娘如果处置不当，引发僧侣不满，只怕会酿成民变，到时候就不是整顿风气，而是逼人造反了。臣思来想去，觉得此事还得请娘娘定夺。我听明白了，打压佛教是我的主意，恶名也是我来背。现在他来问我怎么处置僧侣，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办，而是因为他想要收买人心。等我把主意出了，他再出面去执行，那些僧侣那些百姓感激的自然是宽仁的沈大人。而我裴元呢，从头到尾都是那个出坏主意的妖妃，好人让他做，坏人我来当，很可疑。还能怎么处置？全还俗去呗，不然就杀了。还俗？臣告退。这些可否借我一看？僧侣还俗，每人分田20亩，加费10两，愿种田者给地，愿从医者给执照，愿教书者给学额。寺庙改学堂，堂会民仓，赋实际账法，低息债于百姓。百姓有启动资金，有钱买种子买农具。小商贩有钱能进货摆摊，倒是遍地都是做买卖的，朝廷的税也能多收不少。这不是简单的打压佛教、驱逐僧侣，而是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僧侣有去处，田产有着落，寺庙有用处，百姓有好处，每一步都想到了，每一个环节都衔接上了。这是一套完整的、成熟的、可以立刻推行的治国方略。他明明有这么好的方法，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而是让我从清代手里偶然发现这手稿？这里面的深意值得好好琢磨。娘娘这是在考验我，想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能力推行这套方案。他们当了几十年的和尚，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绸绸缎，住的是雕梁画栋，日子过得比皇帝还舒坦。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妥当，让他知道我是可以与他一起改变大梁的伙伴。什么？还俗？还要分田？贫僧出家30年，从未听说过这等荒唐事。佛祖在上，这是要突然告诉我们要还俗，要分田，要自食其力，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走，去京城告御状。对，让皇上评评理，我们和尚招谁惹谁了？娘娘，外面都骂疯了！真的，千真万确，说您身为皇后却干政，还打压佛教，琢磨歪门邪道。还有人说您比妲己还妲己，比豹子还豹子，历朝历代的妖妃加起来都不如您一个人祸害的多。对，就是这样，骂我，狠狠的骂我，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娘娘高兴就好，娘娘高兴就好。清代，你做得很好，以后每天都要给本宫汇报外面的骂声，越难听越好。娘娘放心，奴婢一定把最难听的话都给您记下来。我在外面压根儿没有听到什么骂娘娘的话，但我知道娘娘现在听到这些才会高兴，所以这些骂人的话全都是我现编的。反正娘娘又不会亲自去街上听，我确实不会去街上听。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新的妖后计划，我裴远就是要当那个最招人恨的电枣精，我要下毒，自导自演一起惊天动地的投毒案。这招古往今来多少妖后妖妃都用过，屡试不爽，效果拔群。查，给本宫狠狠的查！有人想毒死本宫，这个人就你们中间。我们现在上个朝，脑袋就跟别裤腰带一样，当个官都成高危职业了。娘娘，此事非同小可，臣愿亲自调查，定将凶手绳之以法。亲自调查那可不行，你要是查出巴豆根本毒不死人，本宫这戏还怎么唱？不用你查，本宫自己查。本宫倒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对本宫下手。
王大人，朝中三朝老，平日里一副忠厚老实模样，见谁都笑眯眯的，像个慈祥的邻家老伯。我连这种老实人都祸害，谁能忍住不骂我一句妖后？王大人，你昨晚去了哪里？臣昨晚在府中，哪里都没去。是吗？可本宫听说你昨晚去见了安王的旧部。娘娘明鉴，臣是去见了一个朋友，但绝不是。肯定就是你联合安王旧部给本宫下毒。来人，把王大人带下去，严刑拷问。本宫倒要看看他的嘴到底有多硬。娘娘，臣冤枉啊！臣看吧，我随便找个借口就能抓人，想打就打，想杀就杀，这不就是妖后吗？明天街头巷尾就会传遍妖后滥杀无辜了。王大人当晚确实是去见了安王旧部，但不是密谋毒害娘娘，而是比毒害娘娘罪名更大。安王还有一个外世子遗落在外，旧部想要扶持这个外世子继续造反，想拉拢王大人入伙，因为那个外世子恰好是王大人的外室女所生。也就是说，那个外世子是王大人的亲外孙。王大人对此很动心，已经将那个外世子秘密接入了府中，对外谎称是小妾生的老来子。他想要搏一把，赌赢了就是国丈，单车变摩托。王大人还真他娘的不干净了。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以后我都不能随便给朝中大臣安罪名了，因为这些朝中大臣可能都不干净，所以我随口一个罪名落到他们头上都有可能是真的，最后反而不能坐实我妖后的名声，只怕传出去，百姓还觉得我是为民除害。臣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你就明白了。原来娘娘大张旗鼓处置王大人，是在敲山震虎，给安王旧部一个机会。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安王虽死，但其旧部仍在，暗中活动，蠢蠢欲动。娘娘仁慈，并不想大开杀戒，便以此事给安王旧部释放一个信号，告诉他们朝廷已经盯上了他们，只要他们投降，以后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当良民，朝廷不会追究他们的罪过。臣之前还在想，娘娘为何如此大动干戈，原来如此。算了，高啊，实在是高。臣这就安排，将那些一网打尽。娘娘放心，臣一定办得妥妥当当，绝不负娘娘的一番苦心。一切都在我的算计之中。至于安王那个外世子，他如何处置了，我也不关心了。这一招行不通，我又冥思苦想了3天3夜。我翻遍了史书，把那些被骂得最糟的昏君妖后的光辉事迹都研究了一遍。百捐最恨什么？最恨的就是苛捐杂税，百姓肯定骂我，骂得越狠越好。诸位爱卿，本宫觉得现在的税太低了，国库空虚，边疆不稳，处处都要用银子。本宫思来想去，觉得应当加税。加税？皇后娘娘这是够严重了啊！娘娘，百姓已经不堪重负，加税恐引发民怨，请娘娘三思。三思什么？本宫意已决，就这么定了，退朝。然而第二天，沈凌霄上了一道奏折，臣请娘娘加税。你说什么？臣请娘娘加税，但不是加百姓的田赋，而是加商税、矿税、关税。臣这几日仔细函算了国库收支，发现最大的问题不是百姓税负太低，而是商税、矿税、关税漏洞太多。权贵富商把持着矿山、关卡、商路，偷税漏税是要加饱私囊，国库这才空虚。娘娘提出加税，臣原本以为想了一整夜，越想越觉得不对。以娘娘的英明，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我真的想过来着，我是真想加百姓的税啊！臣这才恍然大悟，娘娘提出加税，是在提醒臣等该对权贵富商动手，整顿税制了。娘娘这一招高啊，实在是高。臣附议，权贵富商把持资源，偷税漏税，百姓苦不堪言。若能整顿商税，国库自然充盈，百姓的负担反而能减轻。娘娘深谋远虑，臣等愚钝，竟未能第一时间领会娘娘的苦心。臣也附议。这一加一减之间，百姓的负担反而减轻了，国库的进账却翻了一番。皇后娘娘真是活菩萨呀！加商税，减田赋，这是要了权贵的命，给了咱们百姓活路啊！皇后娘娘千岁千岁！算了，看在他这是踩着我树立在百姓心目中好形象的份上，我不计较了。反过来想，他越做这种事，声望越高，不就越衬托我这个妖后的坏吗？对，就是这个道理。他越是英明神武，我就越是昏庸无道；他越是深得民心，我就越是千夫所指。有时候坏不坏，全靠同降衬托。不过目前的这些都太小儿科了，没法做到真正的伤筋动骨。是时候干一票大的了，给朝野上下一点妖后震撼。现在我整天提着剑上朝，人均一天要砍一个，再加上那些下病的、下的辞官的，朝堂上都空荡荡的了。是时候招点新人了。科举舞弊，这招够狠吧？历朝历代科举舞弊都是动摇国本的大罪，多少读书人寒窗苦读10年，就为了金榜题名，结果发现自己的命运早就被权贵们内定好了。这不反，必须反，反得越狠越好。到时候那些读书人纷纷投奔沈凌霄，男主麾下人才济济，造反成功的几率大大增加。
我记得历史上那些科举改革的成功经验，我把每一条都写得清清楚楚，连考场座位的排列方式、考生入场的时间安排、阅卷的流程规范都画了示意图。这当然不是我的舞弊指南，这是我用来倒推的。先把正确的写下来，然后反着来，就能得到一套完美的舞弊方案。陛下年幼，朝中人才凋零，本宫决定今年开恩科。大梁朝的科举3年一次，上一次刚过去1年，现在就开恩科，这是要打破常规啊！开恩科，皇后娘娘这是要干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女儿要干什么，但女儿这么做肯定有她的深意。支持就对了。臣附议，臣等附议。娘娘圣明，开恩科取士，乃大梁之福。这次的恩科由裴丞相和太傅薛大人共同主持。裴崇命是什么人？大梁第一奸相，让他主持科举，他能忍得住不作弊？薛守正年过6旬，3朝元老，是朝中出了名的重利派，从不参与党州。上次早朝我掌嘎百官的时候，这位薛大人也没能幸免。听说他最近很是怀恨在心，私下里跟人说过妖后乱政之类的话。正好让薛守正监督裴崇俊，等薛守正发现裴崇宁科举舞弊，他一定会闹开来。到时候我再跳出来包庇亲爹，裴家科举舞弊的丑闻闹得天下皆知，全天下读书人的唾灭星子都能把我淹死，我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诸位大人都是我大梁的栋梁，这次恩科一定要多多为国家选拔人才。不对，很不对，皇后娘娘什么时候这么温柔过？这分明是在警告啊！警告我们最好别在科举上动什么手脚，否则不行，这次科举绝对不能让自己家的人上榜。以前我们是想方设法让自己家的人考上，各种运作，各种走关系，但现在考上干什么？站在这朝堂上让皇后娘娘一剑捅死吗？不能考上，无论如何都不能考上，不，直接就不参加了，把这个送死的机会送给那些寒门子弟吧。看来他们已经充分领会我的意思了，让他们尽管作弊，尽管安插自己的人，我这个妖后给他们兜底，领会了就好。把这个给裴丞相送去，那名单上写的全是裴家的子弟，这些人在原书里都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正的废物，仗着裴家的权势横行霸道，欺男霸女，让他们作弊考上，那简直太合适了。等事情曝光，全天下都知道我让裴家的废物通过科举舞弊当上官，那骂声不得铺天盖地。快马送到裴府。这是从县市、府市改革院士到乡试、会试、殿试，每一个环节都写得清清楚楚。胡明制、誊立制、回避制、搜检制。为了防止考题泄露，出题官提前1个月入住贡园，断绝一切外界联系。为了防止考生夹带，入场前全身搜查，统一发放笔墨纸砚。为了防止考官徇私，所有考卷一律虎明荧录，考官看到的只有抄写后的卷子，连笔记都认不出来。为了防止权贵子弟抢占名额，专门设立了别头试，权贵子弟另场考试，不和寒门学子同场竞争。每一条都写得详详细细，甚至连考场座位的排列方式、考生入场的时间安排、阅卷的流程规范都画了示意图。除此之外，还有武举、马步剑、刀枪棍棒、兵法策论，从初试到殿试，一整套选拔武将的体系，完备的让人咂舌。这是我女儿想出来的，这也太全了！按照这套方案来，科举完毕几乎不可能，至少99%的公平公正能保证，真才实学的人一定能脱颖而出。靠关系、靠银子、靠家世的酒囊饭袋，一个都别想混进来。太全了，太细了，太专业了。我女儿竟然还有这等治国理智的才能，这个皇帝，我女儿不当谁当？不行，既然女儿有这个志向，我这个当爹的说什么也得全力支持。这次科举必须严格按照女儿的方案来办，不要比女儿的方案更严格。全是裴家子弟，我确实打过招呼，让这些裴家子弟这次参加科举，到时候照顾一下，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但女儿现在这份名单送来，是什么意思？明白了，女儿这是在暗示我，这次绝对不能让这些裴家子弟上榜。女儿要的是真正的人才，不是这些只会仗着家世欺男霸女的酒囊饭费。她送来这份名单，就是在告诉我，爹，这些人一个都不能用，不说破，不点名，只把名单送过来，让我自己去领会。这是给我留面子，也是对我的考验。如果这是别人的江山，我才不管那么多。裴家子弟上榜越多，裴家的势力越大，我巴不得呢。但现在这江山很快就要变成我女儿的江山了，这可不是能祸害的事。谁祸害我，跟谁起来人！传我的话下去，这一次恩科，所有裴家子弟一律不得参加。老爷，这什么这？听不懂人话？可是三老爷那边……让他来找我，谁敢有意见，让他亲自来跟我说。
开恩科的诏书都昭告天下了，从京城到州县，你现在随便进哪家茶楼酒肆，说的都是这一件事儿。说是说的热闹，谁主持？裴崇训。裴崇训主持科举，那不是贼喊捉贼吗？他裴家把持朝政这么多年，科举这块油水，他能不捞？我看这胡明志也就是做做样子，最后上榜的肯定还是那些权贵子弟，换汤不换药。清怀，这些书你都封在箱子里好些年了。娘，我今天又把它们翻出来了。你不是说再也不考了吗？我说过，儿啊，别去了。考不上的，朝廷里奸佞当道，咱们贫苦人家拿什么跟那些权贵比？第一回你的文章考官批的是什么？可进前10，最后上榜的是谁？某位权贵家的侄子。第二回你连乡试都没过，你的名额被人拿银子买走了。爹，这次不一样，这次开恩科是皇后娘娘提出来的。皇后娘娘，就是那个给咱们送来土豆的皇后娘娘。是她。爹，皇后娘娘下令改革科举了，而且皇后娘娘还会亲自参与殿试。爹，这是儿的机会，真正的机会，也许这辈子就只有这么一次了，儿一定要抓住。可万一又跟从前一样呢？娘，您听我说，如果在皇后娘娘的眼皮子底下还出现了科举舞弊这种事，让我这种真正读书的人考不上，娘娘一定会为我们天下读书人做主的。如果这次公平公正，我还是考不上，那只能说明我技不如人，我不怪别人。拿着，去吧，爹相信你。爹，这钱是您给人扛活，娘给人洗衣，一家人省吃俭用攒下来的。爹，别说了，你好好考，考上了，光宗耀祖，给咱们顾家争口气，给天下百姓争一口气。在下韩敏谦，天府之国来的。这9天你我住一间房，多有照应。顾清怀，字子成，江南人士。不过顾兄，会馆里也有人说难听的，说裴崇廷主持科举就是贼喊捉贼，说胡明志做做样子，榜上还是那些权贵子弟。我一路走来，这话听了不下30遍。裴家的名声实在太臭了，怪不得人家不信。可你看这个，今年报名的人数是往年的4、5倍，多少人从前心灰意冷，发誓再也不考，这回全来了。为什么？试试吧，万一呢？臣闻治国之道，莫先于养民；养民之道，莫先于足食；足食之道，莫先于物本；物本之道，莫先于重农，由即商，由商即税，由税至吏治，由吏治即教育，由教育即军事，环环相扣。一处不同，则处处不同；环环相扣，一处不同，则处处不同。顾兄，你紧张吗？紧张，我也紧张。但我不怕，这次要是考不上，那就是我本事不够，我认，下次再来。我也是。科举舞弊，科举舞弊！诸位听我一言，这次科举是裴丞相主持的。裴丞相是什么人，大家心里都清楚。他主持的科举怎么可能公平？皇后娘娘纵容支持裴崇训科举舞弊，这对我们考生不公平，对大梁的读书人不公平。诸位想想，裴家把持朝政这么多年，什么时候干过一件好事？这次开恩科不过是他们裴家为了安插自己人的幌子。什么胡明志，什么亭亭志，全是骗人的。
榜单上的人早就内定了。我就说嘛，裴家怎么可能突然变好？就是，狗改不了吃屎。那这科举不考也罢。各位童年，皇后弑杀残暴，每日提剑上朝，连杜大人这等清正廉洁的言官都死在他剑下，堵塞言路。现在又让裴重庭科举舞弊，绝了我们的出路。这等妖后，人人得而诛之。我们一起。你说科举舞弊，有何证据？一张纸上面写了字，就能算证据吗？这就是证据。我回去也写一张，说你杀人放火，官府能凭这个定你的罪？那时项羽是用我第一名，那时先就不敢。战犯的顾秦万4年，上不翘。你定然是那裴家的走狗！你，各位童年，在下姓顾，字自成，江南人士，与裴家毫无干系。没错，我可以为顾兄作证，这人胡言乱语，纯属污蔑。不用你作证，顾自成的文章我在江南就读过，他若跟裴家有关系，怎么会到现在都没考上？对啊，有门路的人不会在这跟我们一块挤绑墙。我也是读书人，今日冒天下之大不韪告诉诸位这件事，本是不想诸位被蒙在鼓里，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我是一片好心，没想到如今反被人污蔑造谣，质疑用心，真是好心没好报。那你就拿出证据来。你口口声声说裴丞相和皇后科举赌弊，说榜单内定，说你手里的纸就是证据。那好，那你念啊。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你让我念我就念？这名单若是公开，多少人要遭裴家报复？你顾秦淮光棍一条无牵无挂，我们这些人还想要命呢。若如你所说，名单上都是被裴家内定的人，你是替天下读书人抱不平，那你说出他们的名字，岂不是正好让大家知道裴家安插的都是些什么人？将来榜单出来，大家也好对照着看。你偏偏不说，遮遮掩掩，躲躲藏藏，倒让我想起一句话来。什么话？贼喊捉贼。你血口喷人！还有，你都在大庭广众之下嚷嚷裴家科举晚毕了，却又说怕裴家报复你，不敢说出名字。再有，你说你也是今年参加恩科的考生，那我考考你，大梁科苦律第3条说的什么？那大梁律关于造谣惑众、煽动闹事，该当何罪？这一条你总该知道吧？各位童年，你我都是读书人，圣贤书里教我们什么？博学之，试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此人没有证据，仅凭一张自己写的纸，就在这里搬弄是非，煽动人心。这样的人，我们岂能信他？没错，若是你我读书人，没有一点明琼就飞的本事，将来若真的做了官，那也是个糊涂官，连这点分辨力都没有，读还什么圣贤书？不如回家种地去。说的是，我得为多敬贤让，到头来人家说什么就信什么，那这书不是白读了吗？刚才是我嘴快了，你们都被蒙蔽了，等榜单出来你们就知道了，全是假的，到时候你们哭都来不及。把他捉了见官。对，捉了见官，这种人就是来捣乱的。好，你们愿意当骗子狗，你们当去，老子不陪你们玩了。顾兄，你中了第1名会员。15年？什么？我寒窗苦读15年，2次落榜，无数次想过放弃。韩兄，你看，那是我的名字，我中了第1名。我也中了第7名，我中了第1名。顾秦淮是那个江南才子顾秦淮吗？写治和策的那个，是他。我在书院里读过他的文章，惊为天人。第2名崔思远。对，他上一课的文章被所有人公推为第1，结果榜上名气，他当场发誓永不参加科举。这次他也来了。赵礼成，北方第一子赵礼成，他13岁就中了秀才，上一课因为得罪了权贵被刷下来，气得回老家种地去。他这次竟然也来了。第4名、第5名，这些名字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不是某某地方的大才子，
就是某某书院的顶尖学子。还有上一课被黑掉的真才实学之士。现在他们全在榜单上，这要是科举舞弊，那舞弊的标准也太高了吧？这怎么可能？哼，怎么不可能？你刚才不是说科举舞弊吗？你倒是说说，这榜单上哪个人是舞弊上去的？顾清怀。他需要舞弊，我们江南天下皆知。你崔思远上的人，所有人都替他鸣不平。他需要顾清怀。赵礼成，他13岁中秀才，18岁中举，你13岁还在玩泥巴吧？你自己没本事考不上，就造谣说科举舞弊，你这是污蔑皇后娘娘，污蔑朝廷，污蔑天下读书人。对，谁舞弊了？请指出来。给了我们公平的机会。改革科举，你在这里造谣生事，是何居心？谁在造谣生事？本次科举，我没有造谣，每一个环节都有全部虎明监督。考官连考生的名字都不知道，如何舞弊？老夫薛守正，3朝元老以项上人头担保，本次科举绝无任何舞弊虚言，天打雷劈。薛大人的人品，我们还是信得过的。薛大人从不参与党争，他说没有舞弊，那就一定没有。诸位，本次科举改革是皇后娘娘亲自提出、亲自督办的。胡明制、滕领制、别头饰，每一条都是皇后娘娘的心血。娘娘说，科举是为国取士，不是为权贵取士。真才实者，不问出身，皆可脱颖而出。今日红榜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凭真本事考上来的。你们若是不信，可以去查卷子，所有考卷全部存档，欢迎天下读人查阅。这老邓怎么抢我的词儿？这种为娘娘歌颂颂德带节奏的事，不该是老夫干的吗？皇后娘娘说了。科举是国家的根本，人才是朝廷的金石。他改革科举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天下有才之士都能为国效力。从今往后，大梁的科举要旁门学日。娘娘还说这次不黑史，永远不过。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皇后娘娘圣明。韩兄，皇后娘娘殚精竭虑。就是为了给我们这些寒门士子一个公平的机会。顾清怀、崔思深这些人，我服气。是啊，他们是真才实学，我确实不如他们。这次没考上，是我本事不够，回去继续读书，下次再来。对，只要科举一直这么公平的，以前落的人骂考官、骂权贵、骂朝廷，满肚子怨气。这一次，我心服口服，因为这一次，我们不是在和权势、金钱竞争，我们是在和真正有才学的人竞争。输给这样的人，不丢人。叩谢皇后娘娘！老朽考了30年，考了10次科举，4次落榜，这一次，老朽又落榜了。叩谢皇后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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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怎么可能？裴崇训怎么可能不舞弊？裴家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机会？抓住他！你是谁？为什么要造谣？说，是谁指使你的？这不是杜大人的儿子吗？杜大人，杜恒，就是那个被皇后娘娘杀了的言官。对，就是他。放开我！我说的都是真的。杀了我爹，裴崇训科举舞弊，你们都被他们骗了！放屁！你爹杜恒为直臣，实为奸佞，他阻挠开荒，反对分土豆，想让我们老百姓饿死。你爹被杀害是他咎由自取，你还想一刀想污蔑皇后娘娘，爹早就比你爹更可恶。我真的不敢信，这次是本应该有我的名字，我的前途，我的人生全都被裴元毁了。娘娘，您方才在路上还说今日要在电视上闹一闹的，我说了什么？您说要故意刁难几个考生，还要当场否定几个人的文章，让天下读书人都觉得您是个什么不懂的外行在瞎指挥。太严肃了，清代，我跟你说个事儿，我从前也考过一场很大的试，引经据典，条理清晰，层层递进，最后还落到具体的施政建议上，好吗？这水平放到我们那边，那就是能发核心期刊的学术论文。核心什么？你不用懂。不对，这些考生不应该是权贵家里的废物儿子吗？怎么可能写得出这种文章？我想通了，这肯定是他们提前就得知了答案，请人代笔写好，然后背下来的。娘娘说薛大人母，考官连名字都不知道，你还年轻。用兵之道，一曰说胡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北境三关，凉州为咽喉，朔方为平，云中为邑。敌其东则南下，春则退牧，固守夷后于东，屯夷积于秋。人才啊！今之田赋，夏秋两征，而立勋所费3分，转书折损2分。民纳1石，实入官仓者不过5斗。州县之弊，不在无法，
而在法部即考，3年一考，考在文书，不在实证。治和之要：一曰束水攻沙，二曰分流泄势，上游一疏，中游一束，下游一导。欲使寒门有出头之日，非独改科举，更需治治易学于州县。越看越离谱。娘娘，税制、吏治、和工、教育，每一篇都言之有物，见解独到。这绝对不是临时抱佛脚能写出来的。那是。我爹为了这次科举舞弊，到底请了多少高人代笔？臣本棚户瓮村之寒死，生于鲁墨之间，长于积年之年。少时读书，家贫不能自主，每借邻舍之光以照卷册。臣2赴科场，2着于榜，心灰意冷，归里设书，教蒙同数人，自以为此生尽于此矣。忽闻皇后开恩科，改科举，臣复起旧处，取父所积10年之资，行1月而至京师。臣一身之困，即天下寒死之困；天下寒死之困，即朝廷取士之困。这字，每一个都像是用刀刻出来的。皇后娘娘竟然真的亲自巡视，可见娘娘是真的重视人才，重视科举。多少年了，这种感觉我多少年没有过了。被压了这么多年的东西，今日总算能出来了。娘娘给了我这个机会，我说什么也不能辜负。这次殿试我一定要拿第1。都还在写，在公平的制度之下，这次能真正有实力的人，全是真些人竞争，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就算进不了前3甲，我也心服口服。输给这些人，不丢人。清代，我逛了一圈，一个裴家子弟都没有啊！尤其是我给的那份名单上的名字，一个都没出现，怎么回事？会不会是老爷没安排？不可能，裴崇新那个人有机会让自己家的人上榜，他会不安排？我明白了，我爹终究还有点要领，不敢太明目张胆，所以只安排了门生。那也行，只要安排了人就行。剩下这些大概都是那些大臣们安排的人吧。这大梁朝已经成筛子了，从上到下全是关系户。娘娘，那怎么办？好办，我早点把这大梁朝终结了，让沈凌轩那个明君上位，开创盛世，大家都有好日子过。娘娘，本次恩科共录取进士300人，个个都是真才实学。老臣主持科举30余年，从未见过如此高水准的一科。这300人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能独当一面的人才。而且本次科举的公平公正前所未有，没有一例舞弊，没有一例走后门，没有任何权贵子弟抢占名额，全靠娘娘的科举改革方案。等等，什么科举改革方案？就是娘娘您拟定的那套方案啊。胡明志廷制制别头式武举，娘娘请看，就是这套方案。这自己怎么这么眼熟？不对，这他妈就是我写的！历代科举改革，凡是成功的我都记下来，胡明、廷禄、别头式，然后反着来，就是一套完美的科举舞弊指南。那天我闲得无聊写的草稿，后来找不着了，是被清南连同名单一起，裴崇勋以为这是我的科举改革方案，然后照着执行了。这套方案你们照着做了？正是，娘娘的方案详尽周全，臣等不过是按图索骥。那名单呢？名单上的裴家子弟考上了几个？名单？什么名单？裴相只给老臣看了这些改革方案，老臣可没看到什么名单啊。娘娘放心，臣为了避嫌，这次所有裴家子弟都没有参加科举，尤其是娘娘特意点名的那几个废物，一个都没有。娘娘，殿试考卷在此，请娘娘过目。按照惯例，臣与诸位考官已推荐了几人。你们属意谁？第1名，臣等都属意顾清淮，不过也有人觉得他太年轻。年轻怎么了？有人说给状元不太行，容易心高气傲，如何定夺就看娘娘了。娘娘，这一届贡子真是前所未有啊，个个都是王佐顾清淮。臣阅卷40年，从未见过如此才华横溢之人。他的策论真天实碑，见解独到，臣读了3遍，每一遍都有新的收获。还有赵礼成，他的文章花团锦簇，辞藻华丽却言之有物，不是那种空洞无物的花架子。
崔思远为人刚直，文章也如其人，笔锋犀利，就是一针见血。谢婉堂、卢墨也都是1等1的人才。老臣主持科举30余年，或许就凭这一届学子，老臣也能青史留名了。顾清淮、崔思远、赵礼成、韩炳谦这几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我想起来了，原书里沈凌霄起兵之后，天下英雄纷纷来投，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配赏太庙名垂青史的麒麟阁24功臣。这些人是沈凌霄的左膀右臂，帮他出谋划策，攻城略地，最后辅佐他建立新朝，开创一代盛世。史书上说他们是大梁末世的一道光。顾清淮，未来的首辅；沈凌霄的谋主；崔思远，未来的户部尚书，一手建立了新朝的财政体系；赵礼成，未来的兵部尚书，帮沈凌霄平定了北方边患；韩炳谦，未来的吏部尚书，主持了新朝的吏治改革。这些人本来应该是男主的人啊，怎么全跑到我这里来了？薛大人，这次科举没有一例舞弊，绝无。所有考上的都是真才实学，千真万确。那些权贵子弟呢？全落榜了。本次科举以才学取士，那些靠着门眼混日子的酒囊饭袋，一个都没考上。完了，全完了。我本来想搞科举舞弊，结果搞成了史上最公平的一届科举。我本来想让裴家子弟抢占名额，结果裴家子弟一个都没参加。我本来想让权贵子弟靠关系上位，结果权贵子弟全军覆没。我本来想让天下读书人恨我，结果现在天下读书人肯定对我歌功颂德，这剧本不对啊！娘娘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操劳过度了？薛大人，臣在。本宫上次在议政殿打了你，你不记恨本宫吗？来了，破防了。娘娘，臣要谢您那一巴掌。臣在朝堂上明哲保身，几天天腐败，眼看着权贵们胡作非为，臣什么都不敢说，什么都不敢做。臣以为只要自己不参与就是清流，可娘娘那一巴掌把臣打醒了。娘娘一个女子，尚且为了大梁的江山殚精竭虑，力挽狂澜，却只知道明哲保身，臣惭愧啊！他交代昌宁侯给了他500两银子，让他在放榜那天煽动读书人造反，把事情闹大。昌宁侯的目的是想借科举晚毕的谣言败坏娘娘的名声，让天下读书人对娘娘离心离德。这样一来，娘娘的科举改革就推行不下去了，权贵们才能继续把持科举，继续安插自己的人。我还没安排人去把科举舞弊的事捅出去呢，这个昌宁侯倒是先动手了，关键还被查到了是造谣。那我之后再造谣科举舞弊，还有人信吗？路彻底被堵上了。昌宁侯这个人在原书里就是个又菜又爱玩的炮灰，野心不小，能力不大，每次搞事情都以失败告终。既然昌宁侯这么有钱，那就告诉他，这次的事他不拿个几百万两出来，他这条狗命本宫收。娘娘自有成算。谢娘娘。昌宁侯指使罪臣之子造谣，有必有审计案，臣请当当追究。娘娘，臣冤枉，臣真的冤枉啊！娘娘，您不说话啊？懒得说。可他们爱怎么想怎么想。娘娘一言不发，深不可测啊！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好冤枉的？臣也不知道那个管家为什么会去购买杜恒的儿子，一定是有人陷害臣。谁陷害你？臣不知道，但臣对朝廷忠心耿耿，绝不敢做这种事啊！娘娘，别笑什么？没什么，就是觉得有点好笑。说实话，昌宁侯这种人留不留都无所谓。不过昌宁侯造谣科举舞弊，我包庇昌宁侯，这不是更能展现我是非不分、宠幸佞臣的妖后形象吗？昌宁侯，你起来吧。原谅了。这件事，本宫相信你是被蒙蔽的，你已经知道错了。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都向国库捐了700万两，你有心了。谢娘娘，谢娘娘饶命之恩，臣以后一定管好府里的人。700万两居然没有动昌宁侯，造谣科举耳弊，这可是动摇国本的大罪。按娘娘以往的脾气，当场发落都不奇怪。可她轻飘飘的放过了，就因为昌宁侯用700万两买了条命。那以后娘娘要处置我们是不是也能用钱买命？昌宁侯虽然蠢，可他是勋贵集团的代表，娘娘不动他，是在向勋贵们释放善意。非也，朝堂不可能一片清明，一片清明有时候反而会出事。留着昌宁侯这样的小人，关键时候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这不，他不就为国库贡献了700万两？而且这也说明了皇后娘娘真的不是狠辣之人。之前在朝堂上动手那是没有办法，安王造反不除不行，杜恒等言官强劝，不办不行。那都是非常情况下做出的非常选择。她一个女子，提着剑在朝堂上动手，心里不知道有多害怕。可她为了大梁，为了天下，还是那么做了。现在大局已定，开始用怀柔手段了。
这手腕，这分寸，高明啊！皇后娘娘圣明，娘娘圣明。不是，我放了个奸臣，你们跪什么？清代，娘娘，我今天的血压已经飙到天花板了。娘娘，您这都好几天了，饭也没好好吃。郁闷什么呀？外头都在夸您呢。就是因为都在夸我。娘娘，有个新鲜事儿，说明日早朝有人要请娘娘赐婚。赐婚？给谁？新科状元顾清怀啊，顾大人文章做的锦绣，人又年轻，最要紧的是还没成婚。这一高中状元，好几家权贵都派了媒人上门，都想把这位前程似锦的状元郎招为东堂快婿。最热切的是哪家？蓝田县伯姚德安，这人最善钻蒙。他看顾大人是新贵，又是娘娘钦点，前途无量，就想把自家女儿嫁过去，好牢牢绑住这棵未来的大树。顾清怀答应了？没有，姚伯爷3番2次设宴相邀，言语间极尽拉拢，还暗示说只要顾大人点头，将来在官场上，他县伯府定会鼎力修筑。顾清怀怎么回的？顾大人说，婚姻大事不敢草率，学生功业未立，何以家为？当众把姚德安的脸打了。姚伯爷当场就变了脸色，听说回府之后摔了2只茶盏。一个毫无根基的新科状元，竟敢不给我面子，我还就非要你当我们家的乘龙快婿了。明日早朝，我请皇后娘娘赐婚。老爷，这赐婚圣旨下来，看他顾清怀还怎么拒绝。娘娘，臣有一事奏请。新科状元顾清怀年少有为，尚未婚配。臣有一女，年岁相当。臣此娘某，你儿垂爱适龄的一桩美事。娘娘，臣一心报效朝廷，无心婚事，还请娘娘明鉴。他这是想用婚姻来捆绑我，逼我站队。这门婚事我绝对不能让去。年轻不懂事，娘娘一句话便是天大的体面。娘娘若真的撮合这门婚事，娘娘今天不会要砍顾清怀吧？我只想要他当我女婿，可不想他出事啊！不对，娘娘怎么往我这边走？娘娘，你老东西，你难道不知道，本宫看上这位新科状元？看上新科状元了？这是什么意思？是那种看上吗？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顾翰林，你这般人物，本宫瞧着心里欢喜。这个老东西想让你当他的女婿，你说本宫能答应吗？敢跟本宫抢人，你也配！顾状元，从今往后，你就好好在朝中为本宫效力。若是敢有什么别的心思，看吧，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亲口承认看上了新科状元，还为了他处置了朝廷命官，这不就是妥妥的妖后行径吗？这传出去，天下读书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把我淹没。娘娘，您等什么呢？暴风雨。原来如此，是老夫愚钝了，娘娘英明啊！姚德安此人因一己私欲，便构陷国之栋梁，其罪当罚。娘娘明察幼号，不仅还了顾状元清白，更是以此向天下人明示，朝廷绝不容忍。这等结党营私、党同法异之风。薛大人所言极是。娘娘说看上顾状元，此看上非彼看上，乃是看重其才华，看重其品行。娘娘这是要重用顾状元，绝不让宵小之辈毁我大梁的栋梁之才啊！娘娘不惜出手来保护新科进士，这份苦心，臣等感佩涕零。以一儆百，以后谁还敢用这种下作手段对付朝中忠良？姚德安就是下场。原来是这样，是我自己心思龌龊了。我竟然有一瞬间以为娘娘是真的。顾清怀啊，顾清怀，你寒窗苦读15年，竟连这点识人之明都没有。娘娘是何等雄才大略的人物，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社稷，为了给天下寒门士子撑起一片青天。她用如此激烈的手段，是在告诉所有人，新科进士是她要保的人，谁敢动就是绝路一条。娘娘是让我不必有后顾之忧，尽管在朝堂上大展手脚，这份恩情重于泰山。臣顾清怀愿为娘娘大鞠躬尽瘁，矢志不渝。顾清怀，你在干什么？我像个女流氓一样调戏你了！你跪什么？你谢什么？你应该感到屈辱！你应该骂我是妖后！你应该去投奔沈凌霄啊！娘娘，清代，我的世界观受到了强烈的冲击。顾大人，多谢了。娘娘当心身体，娘娘果然是日夜操劳国事，身子才会如此虚。顾大人，你觉得这个方案如何？臣以为此方案尚需完善，臣这就回去修改。娘娘心中只有国家大事，毫无男女之防，倒显得我狭隘了。娘娘，这都3更了，您还召顾大人进宫议事，气氛懂吗？气氛啊！臣顾清怀奉诏前来。顾大人进来说。今日户部所议漕粮转运之事，臣核过3处仓储数目，其中2处账实不符，臣已列出清单，明日一并呈上。知道了。更深路重，娘娘早些歇息，臣告退。他那钢铁般的意志，娘娘，算了，强迫臣子跟我亲近这个选项，我彻底放弃。哎呦，这不是咱们清怀吗？我从他小
小时候就说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我什么时候说过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从没说过，我可是头一个夸他的。清怀，贤侄，好侄儿，叔早就断言你不是寻常人物。你叔家那小子今年也开蒙了，将来你可得提点提点。爹娘回来了，回来了，儿中了状元，您那只陪嫁的簪子，不是爹的那个布包，儿都记着。起来，别跪，咱们顾家的状元得站着。爹娘，孩儿考上了。好，回来，我儿回来了。状元郎，咱们这十里八乡见着皇后娘娘了没有？清怀，舰长长什么样啊？你问这个干什么？你问问咱们家娃，将来能不能也去考啊？这些人都是像我一样，在泥土里刨食，在绝望中挣扎的苦命人。各位父老乡亲，我顾清怀能有今日，不是我一个人的本事，是皇后娘娘给了我们所有寒门歹子一条活路。这上面刊载的是科举改革的全部细则，我一条一条念给大家听。一、无名，考卷上的名字全部封起来，考官不知道你是谁。二、誊入，你的卷子由专人重抄一遍，连你的字迹，考官也认不出来。三、别头试，考官的亲族子弟另行考试，另派人主考，一个都别想沾光。封了名字，那当官的想塞人也塞不进去了。从今往后，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就必定能在科举考试中脱举而出，再也没有人能靠关系、靠银子抢走属于你的功名。我活了60年，头一回听见有人说穷人家的娃只靠念书就能出头。你说的是真的？千真万确。那世道是变了。还有一件事，皇后娘娘还说了，要让天下人都有饭吃。咱们种的那个土豆就是娘娘分下来的。真是娘娘分的？娘娘还说，以后要给咱们分更多的地，让咱们再也不用给地主交租子。不用交租子，不用给地主交租子了。叔，你听见没有？分地呀！皇后娘娘真是活菩萨呀！咱们给菩萨磕个头吧！皇后娘娘仁德，此生定要追随皇后娘娘，哪怕粉身碎骨，也要将这浑浊的世道彻底变个样。